你爹是武神，你妈也是武神，就连给你按摩的女仆都是3S 级天才，可你却觉醒最低级的地级天赋，这导致你的修为远远落后于同龄人。但你毫不在乎，甚至嗤之以鼻，因为就算他们修炼一辈子，也只能来你家当个侍卫。你生来可就是天宫的主人。然而在你38岁时，各种异兽入侵蓝星，你的父亲被异兽围攻致死，家族也彻底灭绝。60岁时，反派洗白系统终于到来，可你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你找到大运，决定重开，再次睁眼。不仅你回到了18岁，连系统也提前60年开启，眼前依旧是那个为你按摩的女仆。时隔30年，再遇故人，曾经的贴身仆受不了你的折磨，最终离开。如今的他已然成就8阶5军，你知道对不起，他决定真心实意的道歉。任务奖励神级天赋黑皇帝。你没想到面前的女仆未来居然是8阶5军，更没想到任务奖励居然是神级天赋，于是你立马道歉。华资月，对不起，这些年是我畜生不如。没事的，主人。不是，这给调成啥了？我是真心诚意觉得自己错了，过去是我不是人，没有考虑其他人的感受，请你给我这个机会好吗？没事的，其实我知道少主是好孩子，只是脾气有点大。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正在发放奖。神级天赋黑皇拥有永恒不变的肉体，能吞噬一切灵力力量，将其转化为自身力量，并且天生克制任何天赋。下一秒，你的境界瞬间来到1阶8重。就在你沉浸在新力量的震撼中时，少主，我们现在回家吗？还是再玩一会儿觉？这也太畜生了。自己一个正人君子能干出这种事，玩会儿吧。华资月脸色一红，正准备下一步时，包间的大门突然被人踹开，一个男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哟，这位少爷玩得挺刺激啊，把你的女仆跟我的换一下怎么样？徐正阳是这家会所老板的弟弟，你眼神一眯，在帝都还有人敢这么和自己说话？此时的徐正阳明显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他只觉得对方也是一个风流成性的败家子而已。知道这家会所谁开的吗？赶紧的，不然以后让你永远进步。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身体瞬间横飞出去，摔在地上的徐正阳整个人都懵了。有人敢在这里打我？本来不想动手的，但让资月扇你又怕你爽，毕竟比巴掌更先抵达的是少女指尖的幽香。少主是在维护我吗？他虽然只是你的婢女，但可是有着 SSS 级的天赋修为，自然也不弱。他敏锐地察觉到一点，少主的速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快了？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本来以你这个级别无权跟我说话，但我给你一个跨越阶级找死的机会。这边的动静早已吸引了会所走廊里的人群，不少客人探头张望。我去，那不是徐家二少吗？他居然被人打了！等等，我怎么觉得打人的那位有点眼熟？徐正阳彻底愤怒了。他能清晰地感知到你的修为不过1阶8重，而自己早已踏入1阶巅峰。就在你下一击即将打过来的时候，徐正阳身形猛地后撤，竟险之又险地避开了。幸亏我的天赋是读心，能预判你的动作。这下我看你怎么……抄密码，抄密码，抄密码！你的脑海里瞬间回荡着无数脏话，根本不给对方任何战斗意图，可供预判。徐正阳还没反应过来，又是3记耳光。别打了，别打了！这一刻，他不仅肉体遭受重创，精神也受到了严重打击。就在此时，一道威严的怒喝响起：“住手！”听到这声音，人群连忙自动分开。一个面容冷峻的男子大步走来，正是徐正阳的兄长徐海。他原本是来救弟弟的，可当看清你的脸后，小脸瞬间煞白。我靠，是这位爷！哥，快救我！他竟然敢打我，卸他一条腿！小徐，我不是说过不准让任何人进我包厢吗？你就这么办事的？小徐，不仅所有人一愣，就连徐正阳也懵逼了。只见自己那平时威风凛凛的兄长，竟直接扑通一声跪下了。对不起，叶少，是我的错。一瞬间，全场瞬间炸锅。我靠，叶少，难不成他是牛根踢到铁板了？他是那个叶小果？徐正阳终于意识到什么，脸色瞬间苍白。还不跪下！徐正阳立刻跪在地上，浑身颤抖。知道我为什么打他吗？徐海哪敢说自己知道，肯定就是因为自家弟弟不长眼，打扰了这位大少爷的雅兴。因为我生平最见不得欺男霸女的事情，我一看你弟弟这样气，其他人都懵逼了。不是，你还见不得了？你天天坐好吧。徐海额头满是大汗，以往只要自己奉承几句，再送点好处，这位大少爷多半也就懒得计较了。这次应该也一样吧？想到这里，徐海连忙挤出笑容。叶少，是我弟弟有眼无珠，冒犯了您。这样，以后您来我们会所，我送您一张至尊黑卡，所有消费全免顶级包厢，随时为您留着。这败家子最喜欢来这儿玩了，多给点甜头，肯定能糊弄过去。我去，这么好？当然，不仅你他爸把我当福根了，现在我让你废了这个，否则明天我就把你这破会所改成公共厕所。一张黑卡就想打发我，他妈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徐海脸色一白，以往那个贪图享乐、随便给
点好处就能糊弄的败家子，今天竟然如此狠辣果决。徐海一咬牙，眼中闪过一丝狠色。这样下去，别说这个会所，徐家他爸都得完蛋。他一掌拍在徐正阳的丹田上，瞬间震碎了他的气海。徐正阳整个人修为尽废，徐海却不敢停下，连忙又狠狠扇了自己几个耳光。叶少，请您原谅我。记住，徐家别太跳，帝都不需要比叶家还嚣张的家族。说完，你带着眼神发亮的华资月径直离开。徐海跪在原地，浑身被冷汗浸透。这位叶家大少变得不一样了。你和华资月走出大门，一辆暗红色的超跑早已停在门口。下一刻，超跑如野兽般咆哮着冲入夜色。车上，华资月终于忍不住开口：“少主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哪里不？力度和速度都变了。要知道，以前的少主绝不可能一巴掌抽飞一阶巅峰的徐正阳。算了，你给我按按肩吧。可是手有点酸。不是还有脚？”半小时后，叶家府邸，超跑缓缓停在一座恢宏的府邸前。然而还没等两人下车，一阵暴躁的怒吼便从府内传来：“我叶渊天就当没这个儿子，整整2天不回家。他要是回来，我非打断他的腿。”声音震得院墙上的瓦片都在震动。听着自家父亲在发怒，你忍不住停下脚。就在这时候，你眼前出现文字：“你一想到你那属去的父亲痛心疾首，没有让他看到你现在的改变，发布任务叶渊获得他的认可，任务奖励神力功法漆黑烈阳。”此时的你听着屋内的动静，陷入了沉默。不是哥们，我爹还没数。少主，家主好像生气了，要不我们避一避？我避他锋芒，现在正是完成任务的好机会。于是你直接大摇大摆地朝府内走去。华资月目瞪口呆，少主不是最怕家主的吗？叶府正厅，叶渊天站在大厅中央，脸色阴沉。逆子，你还知道回来？你这2天干什么去了？他都快气数了，自己堂堂武神怎么生出这样的儿子？我修炼去了。你又去？你说什么？叶渊天刚要发作，突然听到这么一句，顿时愣住了。修炼，好陌生的2个字。你跟我吹牛波一呢？老子宁愿信存炸了，也不信你真修炼去了。爹，我真修炼了。你别放屁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多少人告状，说你欺男霸女，动不动打断别人腿？什么？谁在造谣？让我找到他，一定打断他的腿。叶渊天头顶缓缓出现一个问号。就在叶渊天准备继续训斥时，你突然气息一震，一阶8重的灵力波动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感受到你提升了的修为，这位帝都武神没有第一时间欣喜，反而瞳孔骤缩，猛地站起身。坏了，5分！你的头顶也缓缓出现一个问号。任务完成，神级法漆黑烈阳。叶府正厅内2人大眼瞪小眼。叶渊天深吸一口气，再用强大的神识瞬间扫过叶家祖坟方向，确认没有异样后，他放下心。你真的去修炼了？可你的修为怎么突然提升这么？这才2天吧？爹，我这2天一直闭关苦修。你在按摩唱歌的地关？你在心里嘀咕，这都让你知道了。你的行踪，身为父亲的叶渊天肯定了如指掌，但自家儿子竟然去那种地方闭关，足道也是道。你忍不住叹气，想着余光扫过刚获得的漆黑烈阳。漆黑烈阳，修炼后血液可治愈任何伤势，漆黑火焰焚尽万物，大成之时甚至可影响太阳轨迹。不愧是神级功法，原本系统发布的复活叶渊天任务会极其艰难，没想到现实中的叶渊天根本就没数，一下子简单了无数倍。此时叶渊天依旧半信半疑，他太了解自己这个儿子了。地级天赋按理说就算苦修1周，也未必能突破1阶8重。突然叶渊天想到了什么，脸色一变。你是不是用了什么强行提升修为丹药？那些丹药虽然能短暂提升境界，但会损伤根基，得不偿失。爹，你在说什么？难道我在你眼里像那种只知道玩乐的废物？你对自己的认知还不清晰吗？你心里暗骂前世留下的烂摊子实在太难洗白，于是你决定撒一个谎。爹，其实我的天赋进化了。叶渊天瞳孔一缩，反应过来后立马抬手按在你的肩膀上，雄浑的灵力瞬间探入他的经脉。他原本严肃的表情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掩饰的震撼。怎么会强了这么多？叶渊天当然知道天赋有可能进化，但你的情况已经完全超出了常理，简直就像一只蚂蚁变成了翱翔9天的苍龙。爹，如果还不信，那我当着你面修炼一。叶渊天深吸一口气，眼神复杂，这是他第一次用这种看天才的目光看向曾经那个不成器的孩子。他猛地打了个响指，空间扭曲，周围的景象瞬间变换。眨眼间，父子2人已置身于一座修炼室中，四周浓郁的灵气几乎凝成液态，在空气中缓缓流淌。这里的灵气你100年也用不完，你只需提升1重境界，爹就信你。其实叶渊天早就信了，但他就想看看你修炼的样子。你没有多言，直接盘膝而坐，运转漆黑烈阳。
刹那间，漆黑的火焰体内爆发，如深渊中的魔龙苏醒，瞬间席卷整个修炼室。这火焰是什么功法？连他都未曾见过。漆黑的火焰就像贪婪的猛兽，疯狂吞噬着修炼室内的灵气，随后化作滚滚洪流涌入你体内。紧接着，你的境界开始疯狂暴涨，1阶9重，1阶巅峰。叶渊天目瞪口呆，这才几秒，而这时候你的修为还在提升，2阶1重，2阶2重，2阶3重，直到此时那恐怖的晋升速度才缓缓停下。老登如何呢？你他蛋的被人夺舍。自己的出生儿子去会所做了2天，完事就成天才了。紧接着，叶渊天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拍了拍手，3道身影如鬼魅般闪现。这3人身着黑色服装，全是3阶强者。家主，当他们抬头看到你时，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鄙视。少主，毕竟你的名声所有人都知道，没人会喜欢这种家伙。你很敏锐地捕捉到他们眼中的不屑。就在这时，眼前突然浮现系统文字：你偶遇曾经的家族侍卫，如今他们都已是8阶强者，对你这个少主早已失去敬意。任务发布，重获他们的尊敬。任务奖励：神帝天赋雷鸣神。你眼中金光一闪，让我看看脱胎换骨。这3人都是能越阶战斗的天才，3人合力甚至战胜3阶后期。叶渊天知道你打不过他们，但他想看儿子的极限在哪儿。3名侍卫对视一眼，显然明白了什么。这种教训败家子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的。少主多有得罪了，虽然嘴上恭敬，但他们的眼神分明在说，谁不知道你实力多弱，让我们看看你能撑几招。你们不服？3人一愣，不等他们反应，你黑皇帝的气息轰然爆发，地面炸裂，你的身影瞬间消失。为首的侍卫大惊失色，还没反应过来，咽喉已被一只流淌着热息的手掌扣住。另外2人见状，急忙出手救援。而这时候，帝王威压如泰山压顶，跪下！2人瞬间脸色一白，双腿不受控制的跪倒在地，竟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一拳轰出，被掐住的侍卫倒飞出去，狠狠撞在墙壁上。全场静寂。叶渊天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3名同境界侍卫竟被秒杀。此时倒地的3人艰难地看着你，这还是叶家的少主吗？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厉害？完成任务，获得神级天赋雷鸣神，万雷之王，如神一般驾驭，雷霆所到皆为灰烬。你看着眼前出现的文字，没想到这么简单，又获得一个神级天赋。就在这时，过来，让为父再看看你的天赋。你点头上前，任由叶渊天的手掌按在自己肩头，一股恐怖的灵力探入体内。叶渊天震惊地发现，你的经脉坚韧，如龙筋骨骼密度堪比玄铁。当他继续深入时，一股恐怖的帝王威压突然反震而来。叶渊天急忙收手，眼中金光爆闪。哈哈，天佑我叶家，我叶家要出真龙了。这位见多识广的叶家主突然仰天大笑，这天赋怕是比画资月那丫头的 SSS 级还要恐怖。不过他实在想不通，自家那个整天流连风月场所的败家子，怎么突然就脱胎换骨？难不成真是足道悟出大道了？叶渊天这才正色道：对了，你好久没回学校了，既然天赋进化的这么好，不如回去上学。你一愣，随即想起自从觉醒地级天赋后就备受打击，整天在外花天酒地。给你转到帝都1中了，那儿的校长是我朋友，去那里好好磨练，别整天往风月场所跑。毕竟再怎么说，你也是叶家少主。好，你一口答应下来，反倒让叶渊天愣住。他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看来儿子这次是真的变了。去学校那种天才云集的地方，肯定更容易触发任务。待你离开后，叶渊天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苍风，一道黑影出现在厅内。家主，叶家暗卫统领苍风，8阶5军强者，多年来一直暗中保护。难为你保护那个败家子了。苍风摇摇头，无论少主如何属下，都会誓属相随。作为叶家最忠诚的暗卫，即便你做出再多荒唐事，他也只是默默守护。叶渊天目光复杂，不过我儿这次好像真的不一样。少主本就是真龙，迟早会有腾飞之日。去，把凤血心拿来，我要为我儿助万世不灭之际，练千世神灵之身，我儿必成武神。而在另一边，你前往帝都1中的路上，在整个帝都叶家是最强的存在，而其他3大家族则是魔都白家、北境高家、金陵怀家。4大家族中，就你和白家那个女儿是独生子，但也只有你最为废柴。相反，天赋是妖孽的，就是白家那丫头。帝都1中校门口，你掏出手机，正准备拨打副校长电话，突然听到周围传来一阵骚动。我去，这也太美了吧！咱们学校什么时候有这么极品的女生了？这颜值，这气质，女神啊！只见校门口站着一位少女，她黑发如瀑，一双桃花眼，顾盼生辉。你眉头一挑，
随后走了过去。周围看热闹的学生们见状，顿时议论纷纷。那小子要干嘛？该不会是想搭讪吧？长得倒是挺帅，但修为好像才2阶。就在众人等着看笑话的时候，女人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前，直接扑进了你怀里。你怎么不等我？考验数了，爸爸。全场瞬间寂静。你低头看着怀里撒娇的画姿，月眼角微抽。我跟家主申请的，说我可以陪少主一起来上学，毕竟我的天赋也不算差嘛。你顿时了然，这丫头8成是搬出了自己 SSS 级天赋的名头，才让老爹松口。我操，那小子什么来头？凭什么他能抱着这么极品的妹子？无数道嫉妒的视线如刀子般射来。走吧走吧，进去报道。华资月乖巧点头，正要跟上，站住！只见一个身影快步走来，他先是贪婪地扫了眼华资月的身材，随后对着你露出鄙夷的表情。你谁呀？这里是帝都一众闲杂人等禁止入内。看你这穷酸样，该不会是哪个3流学院来蹭资源的？你眼神一眯，此时的周围人都下意识看过来，一些人幸灾乐祸，已经打算好看笑话了。要知道这人平时最爱为难别人。华资月刚想开口，却被你打断。你在跟我说话？不然呢？这里除了你还有谁想混进来的？赶紧拿出学生证，没有就滚出学校。我没有学生证。没有就滚，别耽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整个人被扇飞。本来想当个好人的，当别人想踩你的时候，讲道理是没用的。既然如此，他也只能从好人和恶少之间选择当一个好恶少。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懒得听他废话，直接掏出手机。你们副校长电话。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有副校长的？我是让你接电话。风纪委员大脑又宕机了一下，下意识接过手机。而当电话那头传来低沉的声音时，他的脸色瞬间惨白。是副校长，我明白，对不起，我这就处理。他看向你的眼神已经从轻蔑变成了恐惧。这位竟然是那个家族的少主，他怎么会来上学？你伸手拿回手机。您好，副校长。哈哈，对面传来爽朗的声音。校长最近不在，叶家主已经告诉我了，麻烦等我一会儿，等我忙完就来找你。其实他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叶家主突然要将自己的儿子送过来。以他的地级天赋修炼，简直就是浪费时间。虽然心有疑问，但是这位副校长显然没必要打听。挂断电话后，风纪委员满头大汗。对不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请您原谅。你点点头，然后又是一耳光甩出。周围的学生已经彻底看傻了。走吧，进去看看这所谓的帝都一中有多厉害。华资月一笑，随后跟了上去。路上你缓缓开口：帝都的学校都这样。这里大多是世家子弟，有些人习惯了仗势欺人。毕竟在帝都能来这里的都是大家族。我就讨厌拿背景压人的。怎么压？不是哥们，车轱辘都粘我脸上了。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刺耳的嘲笑声。一个普通人也配来帝都一中上学？只见两人正堵着一个黑发女孩，她苍白的脸上还有伤口，但奇怪的是，她的眼神中没有恐惧。时隔这么多年，你再一次见到了大爱仙。曾经她是你看不上的楼，可是你后来才知道，她竟然是女生。再次相见，她虽然是9阶武神，但是已然重伤，竟被强力围攻，发布任务帮助你教训奸人。任务讲司命道。你在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突然愣住了，那被欺负的少女是未来女帝。与此同时，人群中央，我重生了，果真天无绝人之路。方宁斌缓缓抬眸，下意识低头看向自己陌生的双手，没有前世那历经磨难的无数伤痕，但还活着。一股极大的狂喜出现在方宁斌心中。她本是横压一个时代的绝世女帝，却在冲击10阶时陨落于天劫之下。数之前她动用了时空秘宝，没想到再睁眼，竟附身在这个同名的平凡少女体内。没想到竟然真的成功了，竟然没数。我又可以搜刮，可以传播大爱了。哼，像你这样的，就老老实实当一条任人宰割的鱼就行。苏新慈还以为对方吓着了，嘲讽开口。方宁斌看着面前的两人，顿时明白了什么事情。眼前的苏新慈和萧晨，就是最常找他麻烦的两人。起因不过是上个月不小心碰掉了苏新慈的课本，结果就被他们一直围堵。今天则是这个月第4次。你说的对，我确实想当一条鱼。他缓缓上前一步，一股压迫感生出。可惜我想当的是一条逆流而上的鱼。话音未落，他猛地抬手一把扣住苏新慈的手腕。苏新慈发出杀猪般痛苦的惨叫，周围同学倒吸一口冷气。方宁斌竟然敢还手。新慈。这时候萧晨连忙出手，方宁斌立马躲开，感受到对方2阶巅峰的修为，如今自己的修为只有2阶5重，对付萧晨恐怕有点棘手。萧哥哥，给我教训他！住手！欧义，女人的眼泪可是最辛辣的，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这人谁啊？敢管萧晨的闲事？完了，他数定了。要知道上次就有人不小心惹到了萧晨，不仅被退学了，有一天晚上丹田突然就被废了。方宁斌微微蹙眉打量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少年，他是谁？
萧晨眯起眼睛，你是谁？我生平最看不惯的就是欺负弱小。远处华资月扶额叹息，少主这是在干什么？明明自己就是最大的恶霸。哪来的东西？知道萧哥哥是谁吗？他可是萧家家主的儿子，识相的就赶紧爬。原来是萧家，在记忆里，萧家确实是大家族，但不过是舔叶家崛起的暴发户罢了。所以呢，然后呢？本想让你听到萧家的名头吓一大跳，但看着你的反应，突然让萧晨心头一紧。在帝都听到萧家还能如此淡定的，萧晨语气缓和了些。这是我们之间的私事，还请你。私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欺负女同学，这叫私事？他被欺负，怎么不找找自己原因？有道理，但你长得丑，怎么不找找自己？方宁冰眼神一亮，此子有魔，大爱气质啊！朋友，别太过分。如何呢？又能怎？萧晨终于忍无可忍，身形暴起，右拳带着淡青色灵力直取你面门。这一招青蛟探海是萧家绝学寻常人，挨上非属即残。华资月瞳孔骤缩，少主小心！方宁冰同样心头一紧。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你会被这一招伤到的时候，而你非但没有后退，反而迎着萧晨的拳风踏步上前。两拳相撞的瞬间，周围气浪炸开，萧晨整个人离地飞起，重重砸在10米开外的喷泉池里。所有人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短暂的数计后，现场瞬间炸开了。我操，这怎么可能？萧晨不是已经2阶巅峰吗？华资月美眸中满是震撼。少主他竟然一招击败了2阶巅峰。站在一旁的方宁冰此刻目光凝重地望向你，刚才那道雷霆，连他都感到心悸。这个突然出现的少年到底是什么来头？萧家可是有7阶强者的，你数定了。他一巴掌，你更是2巴掌。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萧晨从湖中狼狈爬出。小子，我父亲是7阶强者，你想被灭族吗？那倒是够资格来我家当个侍卫。当你是什么东西？帝都叶家吗？现在跪下磕头，我还能饶你一命，否则……萧哥哥弄属他。华资月瞬间来到你身旁，眼神眯起。方宁冰心中暗叹，没想到会有人为我出头，看来只能使用那一招了。就在这时候，萧晨突然捏碎一枚玉符，空间瞬间撕裂，一道身影踏空而出。少爷，刘叔，帮我飞个人。少爷，家主最近正要去叶家拜访这个节骨眼上。少废话，动手！刘震云叹气，可等他转身看清你面孔的一瞬间，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刘叔是5阶强者，你他爸数定了。此时的你看到刘震云的眼神后，顿时明白，看来不用叫暗卫出来了。这就是你的帮手。萧晨暴怒，掌心凝聚灵力，猛地朝你轰去。住手！刘震云一声暴喝，瞬间拍散萧晨登基，随后一记响亮的耳光，萧晨整个人都懵了，全场数计。然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刘震云直挺挺地跪了下去。叶少赎罪。短暂的沉默后，现场瞬间炸锅。我操！帝都叶家那个武神之子萧晨和苏新慈突然脸色苍白，双腿不受控制的发抖。帝都叶家，这怎么可能？就在这时，副校长匆匆赶来。叶少，抱歉，让您久等。这一声问候彻底坐实了你的身份。方宁冰瞳孔骤缩，他是9阶武神之子，现在还要废了我吗？萧晨嘴唇颤抖，说不出话来。刘震云急忙磕头。叶少，我家少爷年少无知，请您。我让你说话了吗？刘震云浑身一颤，额头重重磕在地上。萧晨终于崩溃，连忙跪在地上疯狂磕头。叶少饶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刚才是你说要弄熟我，道歉。叶少饶命，叶少饶命，是我们有眼无珠。我说的不是我，是给他道歉。方宁冰有些错愕，这个素未谋面的少年为何要为自己出头？别紧张，我这人最讨厌动手欺负人。而萧晨和苏新慈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叶少刚才还帮那个女生出头，肯定心地善良。说不定，然而下一秒，你看着刘震云，你自己处理吧。当然，如果修为没有被废，4肢没有被，我会很不高兴。叶少，这一道刺目的雷光骤然劈在刘震云脚边。再多说一个字，你就陪他们一起。副校长死死盯着你手中的雷霆，这雷霆……等，叶少，我的父亲是萧家家主，我背后站着是萧家，你不能……萧晨还想求饶，却见你随手一挥，2道雷霆精准轰在2人丹田和4肢。萧晨和苏新慈重重砸在地上，彻底昏属过去。你背后站着萧家，可萧家背后站的可是叶家。任务完成，获得司命道谱天生契合3000大道认识法则里境界攀升一简单。一股恐怖霸道的力量瞬间涌入你体内，你能清晰感受到自己对天地灵气的感知提升了数倍。不仅是武道，就连炼丹、炼气、符箓等旁门大道，此刻在你眼中都变得无比简单。那雷霆根本不是地级天赋能施展的。难道叶家少主的废物名头是假的？副校长猛地反应过来，当即高声宣布：萧晨和苏新慈
子平时作风不正，今天又企图用家族势力来伤害我。从今天起，萧晨和苏新慈开除学籍。周围吃瓜群众再次炸了，就因为今天这点小事，结果不仅被废了学籍，也被开除了。而一切都是因为中央的那个少年。而此时刘震云已经面如鼠灰，他知道这件事肯定没完了。而这时候你开口，你自己看着办。听到这句话，刘震云一咬牙，随后传音给萧家暗卫，立刻派人灭了苏家满门。做完这一切，他猛地一掌拍向自己丹田，刘震云的修为尽废。你瞬间愣，你自废修为干什么？不是，您让我只是让你把这俩废物拖走。刘震云又是一口老血喷出，直接气晕过去。你转头看向方宁冰，你没事吧？方宁冰微微摇头，眼神却复杂至极。他想不通你为何要帮自己，难道真的只是路见不平？不管因为为什么，这份人情本地记下了。华子月上前一步，温柔地握住方宁冰的手，别害怕，我们少主人很好的。方宁冰微微点头，随后你就和副校长离开了教务处内。副校长恭敬地递上一份录取通知书。叶少，这是您的特招入学函。他此刻的态度与初见时判若两人。开什么玩笑？能随手废掉萧家少爷的人会是废物？你扫了一眼课程，炼丹基础、炼气入门、符箓入门，有了司命道骨，这些常人需要耗费数十年才能学会的知识，对你来说不过是简简单单。办完入学后，你朝着修炼室走去。一进入修炼室，只见方宁冰的身影正好进入了一个修炼室中，原来他也来这里修炼了。紧接着一想对方的身份是重生女帝，也没有说啥，随后走进了方宁冰隔壁的修炼室。你深吸一口气，盘腿坐下，感受着体内那块散发着紫光的司命道，随着意念，这块骨头突然剧烈颤抖起来。紧接着一股吸力从体内爆发，原本安静流淌在阵法中的灵气，如同被这股吸力席卷，疯狂地进入你体内。更惊人的是，这股吸力竟然穿透了墙壁，开始掠夺隔壁修炼室的灵气。而在另一边，方宁冰静静地坐在修炼室内，他的目光落在手中的一个缠状灵气上。这个缠状灵气并非普通之物，而是方宁冰的时空秘宝寒蝉泪。然而如今他只剩下一丝微弱的灵气。尽管如此，这一丝灵气也极为重要，只要能够炼化这道缠状灵气，他的修炼就会比现在强大不止一星半点。他刚准备开始吸收这道珍贵的灵气，突然间一股巨大的拉扯力从隔壁传来。方宁冰还没反应过来，紧接着手中的缠状灵气竟然被直接拉扯走。不是哥们，我东西呢？随着灵气吸收，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肉身、经脉、灵力全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短短片刻，修为直接来到了2阶7重。这种修炼速度若是传出去，足以让整个学院震动。就在这时，一道缠状灵光也进入了你的体内。你还未反应过来，一股玄奥逆世的时空之力在他体内爆开。你在救出你后，你弟少见的正式的光，随后将自己最珍贵的秘宝送给了你。缓缓打出一个问号。获得9阶秘宝寒蝉泪，宿主对时空法则感悟突飞猛进，可在任意地点标记长印记，瞬间抵达标记之处。只见一只银白色的寒蝉正静静停在你的灵力之上。刚才明明只是一丝缠状灵气，怎么一进入丹田就变成这么大一只寒蝉了？你都愣住了，自己就修炼，怎么还送大礼包？但紧接着你也明白，肯定是系统又搞错了什么。这好像是方宁冰的东西。算了，反正自己不吃亏就行。随后你便打算离开，可刚推开门就撞上了方宁冰。方宁冰脸色阴沉如水，你眼神闪烁，不能露出破绽。你怎么也在这？方宁冰也搞不清楚自己寒蝉类的气息怎么完全消失了。刚才明明感知到秘宝本源被某种力量强行带走，可当他冲出修炼室时却消失了，就像被人瞬间炼化了一样。他下意识看向你，却发现对方也正盯着自己，气氛顿时凝固。不行，不能暴露我在找寒蝉类，这东西太珍贵了，若是传出去，恐怕会引来大麻烦，不能让他发现那东西在我身上。两人内心同时说道，得想办法藏住。方宁冰率先打破僵局。你也来修炼？对，刚突破。这样啊，之前事情还是谢谢你了。没事没事。修炼的怎么样？还行吧，现在好不容易2阶7重。哦，那就等等。方宁冰原本敷衍的表情瞬间凝固，他记得清清楚楚，上午见到你时，你明明才刚入2阶不久。多少？你被他盯得发毛。可能是厚积薄发。你当修炼是吃饭喝水吗？方宁冰彻底懵了，他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难道寒蝉类被你炼化了？但下一秒就被他自己否决了。寒蝉类蕴含时空法则，哪怕是自己也只能慢慢炼化，他一个2阶怎么可能瞬间吸收？看着你修为如此之快，方宁冰顿时一阵烦躁，不能在这浪费时间了，得赶紧去找寒蝉类。那个，我有点事先走了。我正好也有点事情。紧接着两人连忙向着不同的方向走去。过了一会儿，当你来到炼丹房时，方宁冰的身影竟然再次出现在了你的面前。
两人猝不及防地对视一眼，一时间都有些不知所措，场面异常尴尬。你没有想到对方怎么也在这里。你原本打算试一下炼丹术，毕竟有司命道骨在。而方宁冰来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没找到寒蝉泪，打算炼丹辅助一下修炼。毕竟他可是丹道无上大宗师。你也会炼丹？略懂略懂。方宁冰眉头一挑，修为暴涨已经够奇怪了，难道还懂丹道？他心中一动，反正寒蝉泪一时半会也找不到。既然碰到了，不如一起吧。方宁冰已经转身走向一座空置的丹炉，而你则看着方宁冰，对方毕竟是女帝，丹道造诣肯定比自己厉害，不如先看一看。方宁冰立于丹炉前，紧接着一团灵火自掌心跃出，瞬间环绕丹炉，几株灵药在火焰中翻涌，逐渐融化成药液。你站在一旁紧紧地盯着它的每一个细节。随着方宁冰的炼丹进行，你体内的司命道骨突然微微震动，一股丹道感悟如潮水般涌入你的脑海。本应需要数十年积累的丹道经验，此刻竟然全部出现在自己的脑子里。喝！方宁冰一声轻喝，随后丹炉内光芒大盛，3颗极品，4颗上品丹药悬浮于空中。他眼中闪过一丝满意。若是让学校那些老家伙知道，一个学生随手就能炼出极品丹药，恐怕要惊掉下巴。一些炼丹师不练个10年20年，根本练不出来。方宁冰转头看向你，已经想象到了你震惊的表情。你刚才淬火手法不对。你说什么？问号上长出一个方宁冰，这可是他独创的9转凝冰诀，现在居然被一个2阶的家伙说不对。不等他反应，你已经大步走向丹炉。方宁冰愣住了，你这是要炼丹？此时的方宁冰只觉得重生归来后，怪事真他爸多。先是9阶武神的孩子上来帮助自己，直接碾压了比自己修为强的家伙，再就是那一丝寒蝉泪突然消失，而现在更荒唐，他堂堂丹道女帝，竟被一个新人说炼丹炼得不对。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我疯了？他看着你不熟练挑选药材的模样，忍不住叹气。算了，估计是这位少爷想在我面前装酷吧。方宁冰已经能预见接下来的场景，肯定是先炸炉，然后丹药交互。突然你抬手，所有药材按照顺序投入丹炉。方宁冰瞳孔一缩，这是以神御物，他不是新手吗？更让他震惊的是，你的炼丹手法虽然有些粗糙，但每一个动作都契合天道规律，简直就像在模仿他刚才的每一个细节。方宁冰刚要忍不住夸赞，但当看到你将几株药性不适的药材同时投入炉中时，他直接懵了。你干什么？赶紧住手！冰心草和火灵芝会……然而话音未落，两股截然相反的药力竟完美相融。方宁冰眸子里满是不可置信。我的天！作为曾经的丹道无上大宗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冰火相冲是丹道铁律，即便是他也得用强大秘法才能勉强调和。淬火时机要提前，寒性药材的灵气燃烧在第7秒就开始逸散了，所以要提前准备。方宁冰如遭雷击，这正是他一开始创造9转凝冰诀要解决的问题。他刚想开口，但丹炉突然剧烈震动，紧接着他便看到让他震惊的一幕：你竟在承担关键时刻又投入3味药材。住手！现在加药会……可丹炉没有出现想象中的爆炸，反而是亮起无数如大日般的光，紧接着炉顶形成一尊模糊的虚影。这是丹道显圣！方宁冰失声震惊道，心剧烈震颤。这是传说中只有炼制出最完美的丹药才会出现的异象。你一掌拍在炉身，7道流光瞬间而出，7颗3文极品丹药出现。方宁冰大脑仿佛宕机。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刚才看你炼丹学会的。方宁冰眼神剧烈晃动，难不成他是丹仙降世？对了，这是什么丹药？方宁冰这才回过神来，深深看了一眼你后，这是魔大爱丹。有啥效果？这丹药分为主丹、副丹，谁吃下副丹，修炼的灵力都会转移到主丹之人身上，为别人奉献自己，所以取名为大爱丹。你的头上缓缓出现一个问号，这不就是邪门歪道吗？这种丹药谁用啊？你将丹药偷偷收起，随后开口，那发明这个丹药的人一定是个天才，这种大爱精神我感动不已。方宁冰眼神一亮，他懂我。我有一些炼丹问题问你。紧接着方宁冰便向着你询问，而在司命道骨的帮助下，你很快就得到答案。先是你听他说完事才能获得更多的丹道知识，然后再告诉他。方宁冰明明已经丹道造诣深厚，但听了你的话还是忍不住震惊。我超666。随后方宁冰又向你说出自己每次炼丹因为天赋都会感受到一股寒冷，明明用过许多炎性药材还是不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曾经的我甚至用过金乌神火，虽然有用，但是不能根治。那是因为火性不够。你突然想到了什么，眼神一亮。我有办法。方宁冰一怔，难道他父亲那位9阶武神留有秘法？他刚升起一丝期待，就见你突然伸手，张嘴。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一根修长的手指已经塞入方宁冰的嘴中。方宁冰顿时浑身僵住，大脑一片空白。他本能的想要后退，
却忽然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温暖从口中涌现，那是比金乌神火更加纯粹霸道的烈阳之力。这是你的血液。别用舌头。但此刻的方宁斌已经听不清你的话了，就记得吸收你每一滴的血液。门外，华资月哼着小曲来到丹房外。少主说在炼丹房测试东西。华资月走到了你的炼丹房门口，刚打算进入，就听到声音。什么感觉？有点腥。我问的是你的身体。很暖和。门外的华资月脸一下子红了，紧接着便听到方宁斌的声音。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是秘密。可是再炒3只。华资月的脸不自觉红了起来，而此时在炼丹房里面的你缓缓收回手指，毕竟一直让方宁斌吸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方宁斌感受到体内的力量，眼神愈发亮起，他的血液竟然比金乌神火还好用。而就在这时候，你开口：“我先走了，欠你2个人情，我会还的。”想到对方东西还在自己身上，你心虚开口：“没事的，我这人乐于助人。”方宁斌心中对你好感更多了，没想到此人心怀大爱，跟自己一样，而你不想再纠缠，快步走出丹房。就在这时，鼻尖忽然捕捉到一丝熟悉的淡香，华资月的气息，可走廊上却是空无一人。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一个满脸激动的年轻人差点哭出来。我真的太感谢小河武馆了，在这里修炼1星期，修为直接从2阶巅峰突破到3阶4重。紧接着便是一排排学员在武馆内修炼的场景，每个人身上都涌动着不正常的猩红灵力。小河武馆的秘传功法太神奇了，大家快来报名吧！周围顿时响起一片骂声。当我们傻波一呢？1星期提升这么多，这你扯不扯？这广告打得太假了。你也忍不住摇头。就在你准备离开时，眼前突然浮现出一行血色文字。你终于来到了灭世组织暗河的总部。什么玩意？你脚步猛然顿住。所有人都知道暗河的首领无恶不作，绑架天骄，血洗城池，欺凌少女。但谁能想到，这个令整个世界闻风丧胆的黑暗组织，前身竟是帝都一家名为小河武馆的普通武馆。发布任务：歼灭暗河。任务奖励：神级天赋混沌冰龙身。此时的你看向那看起来像3流补习班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武馆以后会成为未来的灭世组织。怪不得1星期提升这么多修为，看来这个地方不简单啊。正当你思考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华资月的声音：“少主。”你转头，只见华资月出现在身后，脸色极为红艳。你来了。华资月下意识舒气，原来刚刚在你出来之前，他直接逃离，现在又装作刚刚赶到的样子。3只。一想到这个，他的耳朵又红了起来。怎么了？脸这么红？没事没事。华资月连忙转移话题。对了，少主，家主让您立刻回家一趟，说是有要事。你突然眼前一亮。对啊，我可是叶家少主，既然发现了一个极端危险的恐怖组织，当然要摇人啊，不是，是请求家族支援。对方可是未来的灭世组织，谁知道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你当机立断，直接拉着华资月就往校门口冲。叶家正厅。爹，你找我？你刚一进去大厅，就看到父亲一脸笑意看着你。听说你在学校帮助同学，这件事你做的。叶元天正打算夸奖你，但是话说到一半，突然瞪大眼睛。我靠，你修为怎么回事？2阶7重，你不是刚2阶？他瞬间来到你面前。你体内怎么会有时空法则的波动？果然瞒不住自家老爹。你叹气，而此时的叶渊天都懵逼了，自己儿子出去一趟，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去足道了？这个一时半会不好解释，回头再告诉你。你先说找我什么事情吧。听到这里，叶渊天眼神闪烁，他没想到自己这儿子还有秘密了。叶渊天最终只是深深看了你一眼。苍风，一道身影如鬼魅般出现在厅内。家主，少主。苍风双手捧着一个盒子，盒盖开启的瞬间，整个大厅的温度骤然升高。只见一个不属于人类的心脏在盒中缓缓跳动。这是凤血心，具体要怎么做，苍风会教导你的。我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叶元天缓缓地开口说道。话音未落，叶元天深深地看了你一眼，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你的目光落在苍风身上，他自然清楚这位苍风的身份和实力，也明白对方很可能一直都在暗中保护着自己。苍风叔，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少主言重了，这都是我分内之事，不必挂怀。紧接着，苍风向你解释道：“少主，这是千年凤血心，经过炼化之后，可以获得涅槃之心。”你听后眼神一亮，这就是有背景的好处。经历无数异兽和人类的厮杀后，这凤血心终于得到了最后的升华，成为涅槃心。涅槃心自带神通涅槃幻魂，将磨灭一切受到的致命伤害。在你愣神时，苍风继续开口：“少主，这凤凰乃是火焰至尊，我来教您怎么炼化，不然会被……没有这个必要。”你面色淡然，直接抓住那颗心脏，顷刻炼化。你都有漆黑烈阳了，还怕火焰？只见你浑身燃起血色火焰，被
背后出现一个凤凰虚影。怎么回事？这风血星怎么还会出现异象？不是还没异变成功吗？苍风一愣，片刻后你再次睁眼，容貌虽未大变，却多了种令人窒息的尊贵气度。少主真乃天纵之子，如此轻松炼化。苍风叔，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少主单说无妨。你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想法，紧接着眼神一亮。苍风叔，是这样的，2个小时后，一处仓库内，此时的苍风站在你的身旁。少主，做完了。麻烦苍风叔了。面前10几位武馆馆主神色紧张地站着，他们中有不少上等武馆的馆主，还有几位是附近颇有名气的武道大师。然而此刻全都惊恐地注视着在你身后那道身影。就在半个小时前，他们还在各自的武馆内教导弟子，可突然之间，一股根本无法抗拒的力量将他们全部抓来，甚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这到底是什么境界的强者？而现在这个恐怖的存在，竟然恭敬地站在那个少年身后。一位白发老者紧张开口：“不知2位大人找我们有何贵干？”大家不用害怕，我是叶家少主小谷。人的影，树的名。一瞬间，所有人的脸色更加惨白。我的名声有这么可怕吗？你嘴角微微一抽。今天叫各位来，其实是来帮你们。最近帝都新开了一家小河武馆，对吧？大家都是同行，有他们在，你们招学徒应该很不好受吧？有几位馆主突然低下头，沉默不语。作为邻居，你们应该很了解小河武馆。我想知道他们背地里有没有做什么不法之事。本少主决定严厉打击这种败坏武道风气的行为。现在你们每人必须说一件小河武馆的不法之事，明白吗？全场鸦雀无声。馆主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一位中年馆主终于开口：“叶少主，其实小河武馆的馆主对我们挺好的，长得也漂亮，平时还会送些丹药给我们。”哦，这么说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像是的。那位中年馆主回应，结果下一秒，苍风的威压骤然爆发，所有人眼神惊恐。那这么看来，你们是蛇鼠一窝，每个人都参与了不法之事。既然如此，明天开始，你们所有人的武馆都可以变成公共厕所了。一众武馆馆主快被吓破胆了。面对苍风恐怖的威压，有人终于扛不住嘶吼：“小河武馆用禁药、偷秘籍、练邪功，甚至强暴少女。”其他人瞬间秒懂，现在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必须有。行，这证据够了。你嘴角抽搐，而此时的小河武馆，2个身影缓缓出现。那群蠢货抢着喝的药剂藏着实心骨，等异兽裂缝开启，他们就是毁帝都的傀儡。魏青青正得意冷笑，她摸着肚子继续说道：“我已怀下兽神的孩子，等他出生就是这里的首领。”哈哈哈，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成为最忠诚的傀儡。柳阴一脸阴沉地说道。这时天空一声巨响，无数强者从天而降，6阶、7阶甚至8阶威压散开。收到举报，你们欺男霸女，用禁药盗武学，还强暴妙龄少女，叶家代表正义，抹除你们。你居高临下，一本正经的念稿。我是女的，怎么强暴少女？魏青青当场懵了。她不就是受害者吗？你怒指旁边的柳阴。他爸是男的。柳阴怒吼，长发凌乱飞舞。就在这时，苍风一掌拍裂地面，地下空间瞬间暴露，密密麻麻的实心骨爬得人头皮发麻。少主果然洞察入微。苍风深深看了你一眼，眼中满是震撼。原本还疑惑为何要对付一个小武馆，现在终于明白了。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我认罪，但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至少让我把孩子生下来。魏青青突然捂住自己肚子，此时所有人都在看着叶家，而你在听到还有孩子后，神情复杂。这样吧，我小果行事从不伤及女人孩子，你走吧。魏青青眼神一亮，刚转身要走。苍风叔动手。紧接着一道恐怖的灵力从天而降，魏青青的身体瞬间扭曲变形。你不是说不杀女人和孩子吗？没错，但你不是孩子，你肚子里的更不是女人。伴随着一声响声，魏青青的身体轰然炸裂。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是无辜的，请叶少明察。柳英连忙开口：原来你是无辜的，不早说。这样吧，你叫我一声爹，我就放过你。柳英没想到对方竟然提这么无耻的要求。爹，不是，你真叫啊。苍风叹气，紧接着摆了摆手，柳英当场爆炸。获得神级天赋混沌冰龙身，混沌冰龙身继承来自混沌虚空的极寒之龙力量，冻结时空，湮灭万物。还不等你仔细查看奖励，一声愤怒的咆哮突然从人群中出现。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把小河武馆怎么了？白无常刚兴冲冲的回来，就看见自己心目中的修炼圣地变成了一片废墟，馆主还碎了一地，而站在废墟中央的正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叶家恶少。所有人都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堂堂叶家少主，平日里欺男霸女也就罢了，现在连我们这些普通武者的希望也要摧毁吗？紧接着白无常眼神一亮，想到了什么。兄弟姐妹们，没有小河武馆，我们怎么实现梦想？叶家就是想让我们一辈子当废人，跟我一起打倒资本。然而全场鸦雀无声，围观群众不仅没有响应，反而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你们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喊？回应他的是一道撕裂天空的雷霆，白无城被劈得倒飞出去。整个帝都的运转都靠我叶家支撑，15所高级修炼学院，4所顶级修士大学。你现在要打倒的不是资本，是整个帝。你缓缓收回手指，声音如寒冰般刺骨。解决完白无城后，你歼灭异界奸细的事情很快便传到了整个帝都。而此时的叶家，叶渊天的笑声震得整个叶家都在颤抖。小果这次真的变了，真不愧是我叶家的种。这位叶家家主眼中满是欣慰。你当初还说他不像你呢。一道威严的女声从外面传来，紧接着一道身影出现，正是你的母亲柳如烟。她刚从魔都谈判归来。嫣儿，你回来的正好，咱们儿子……我都听说了，小果他真的长大了。这些年虽然恨铁不成钢，但心底始终藏着最深切的期盼。想到这里，柳如烟的鼻头忍不住一酸。我回来了。你的声音突然在店门外响起。柳如烟猛地转身，在看到儿子的瞬间，这位母亲的眼眶瞬间红了。每次闯祸后，是母亲默默替你善后，即便在你最荒唐的那段日子，母亲也从未放弃过你。曾经你让你的母亲失望，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你。而如今醒悟的你，痛彻心扉，发布任务，复活柳如烟任务奖励太虚灵运体。在未来，他为了保护自己而死，绝对不能让未来的事情发生。你眼神一凛，几天不在家，没想到你变化这么大。就在他触碰你的瞬间，这位8阶武君察觉你体内涌动着难以想象的磅礴力量。更令他震惊的是，你体内中流淌的那股寒气，连他都感到不可思议。你的修为和这股寒气。柳如烟美眸满是震惊。任务完成，获得太虚灵运体，体内自成太虚小世界，可无限制吸纳灵气，化混沌为清浊。紧接着你浑身一震，体内突然传来开天辟地般的轰鸣，丹田深处一方混沌小世界正在形成，无数灵力如百川归海般涌入其中。这就是太虚世界。听说你爹给你用了凤血心，算他还有点良心。柳如烟捏了捏你的脸，你们娘儿俩先聊，我还有些事要处理。叶渊天起身开口，待叶渊天离开后，他忽然严肃：你这次做得很好，不愧是我柳如烟的儿子。你微微一笑，脑海中闪过母亲的传奇。25岁突破7阶之后，曾以一己之力镇压魔渊暴动。30岁达到8阶巅峰，距离武神仅1步之遥。一道声音突然从外面响起：高家高阳特来拜访叶叔叔。此时叶家门口，一名黑衣少年站在原地，身后跟着2名气息极强的随从，正低声叮嘱着什么。少主，等会儿见了叶家主和夫人，一定要谨守礼数。他乃同为大夏顶尖4大家族高家的二儿子高阳。高阳微微点头，自然不必多说，那可是叶渊天啊。10年前那个雨夜，年仅8岁的他亲眼目睹叶渊天只用一招就击败了自己那位号称圣剑无敌的父亲。那一刻，叶渊天成了他毕生追逐的目标。至于叶渊天的儿子，那样的强者怎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在高阳眼中，对方就是烂泥扶不上墙的废柴。即便最近传闻你改邪归正，在他眼里也不过是这个败家子的把戏而已。紧接着这时候，柳如烟和你出来。小杨，你怎么突然来了？路过帝都，特来拜访。叶叔叔不在吗？你叶叔叔刚出去，先进来说吧。紧接着柳如烟便带着高阳等人进叶家，但整个过程中，高阳就仿佛没看见你一般，眼神一眯，未作声。大厅内，高阳双手奉上一个锦盒。柳姨，这是我从金阳国带来的魂灵地狱，可温养神魂，特意送给您和叶叔叔。小杨有心了，晚辈应该的。两人说话间，高阳始终保持着别人家孩子的风范，但那种刻意的忽视你却很明显。弱者不配被他放在眼里，即便是叶家少主又如何？对了，你父亲近来可好？他还是老样子。你呀，跟你爹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身为父亲的孩子，自当如此。不过有些人也该想想自己的父亲是谁，莫让自己父亲蒙羞。两名随从眼神震惊，下意识看向你。少主这话也太直白了。对了，我这边还有些事要处理。小果，你们年轻人聊。柳如烟眼中一抹冷意闪过，但瞬间隐去，随后给了你一个眼神。随着柳如烟的离去，厅内气氛骤然凝固。杨叔、李叔，你们先待着，我想四处看看。高阳说罢，便要起身。站住，让你走了吗？你在说我？怎么，高家少主耳朵不好使？高阳没想到你敢这么对自己说话。其实我挺羡慕你，4大家族中，你叶家最强，我高家最弱。我有7个兄弟姐妹争宠，而你却是独子。说实话，你能废成这样，也算一种本事。一股寒意骤然席卷大厅。听说你父亲一生追求剑道，连见你一面都觉得浪费时间，还是说你爹根本不在乎？高阳脸色瞬间阴沉，周身灵力爆发，
3阶后期的威压如山岳般压下。我让你一只手，胜负也是9-1开，你还不配？我是叶家少主，你说我不配？一道刺目的雷光骤然出现，高阳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狂暴的雷霆之力震得连退数步。2名随从大惊失色，要知道他们少主可是3阶后期啊，竟然被一个2阶的震退了几步。没想到你倒是有长进，但你挑衅我，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你。一个自己亲生父亲都见不到几次的家伙，也想挑衅本少主。今日之后，我会让你敬我如敬神。高阳听到这句话时，第一反应是搞笑。他此生唯一敬重之人，只有叶渊天。曾经看不起你的高阳，如今已经成为了半步武神。现在你要向他证明，发布任务，击败高阳，任务奖励神级武技销金镇月弓。2名随从见情况不妙，急忙上前。我家少主只是玩笑，今日之事，你们算什么东西，也配管本少主？2名随从脸色瞬间铁青，别等会儿打哭了，喊柳姨救命！话音刚落，他右掌化作一道强大的光刃，直劈你面门。玄阶武技裂空掌，然而你一拳轰出，高阳整个人瞬间横飞，重重撞在墙上，喷出一口鲜血，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刚才那一掌是打算给我挠痒痒吗，孩子？紧接着你瞬间冲向高阳，情急之下，高阳周身灵力爆发，连忙撑起一道灵力屏障，但下一刻屏障竟然出现裂缝，高阳眼前的景象骤然扭曲，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无尽的寒冷冰原。神通领，只有达到4阶的强者才能领悟到的神通具现化。高阳的声音都在发抖。这时，一头庞大的冰龙幻影飞出，在昏迷前的最后一刻，他听见你轻飘飘的嘲讽：“抱歉，我以为减速带。”任务完成，获得神级武技销金镇月弓。销金镇月弓，明天之金，如天法，一定范围内破坏地形与灵气。此时的你看到新获得的奖励之后，眼神一亮，这神级功法修炼至大成，甚至能催动星辰之力，斩灭一方界域。而就在这时候，高阳的身影昏死在地上，2个随从连忙跑了过去。少主，你们家少主睡眠质量不错，倒地就睡。2名随从满头大汗，连忙架起高阳。我们突然想起家主有要事吩咐，这就带少主回去。你方才展现的实力，简直像极了当年横空出世的叶渊天。记得转告你们少主，不服可以随时来找我，我让他一只手照样9-1开，1分钟虐他9次。2名随从点头如捣蒜，连忙冲出叶府。这时，柳如烟的身影出现了。真是做得不错，比我想象中的还好。你的那股寒冰之力竟然还有着龙威。不过这样的话，我也好让你去魔都参加那丫头的生日了。谁的生日？白家那个天才丫头明天要过生日，我打算让你过去，正好露露脸，说不定人家大小姐正好看喜欢上我家儿子了呢。你嘴角一抽，前世你就想跟他联姻，怎么这时又有对方的事情？不过你也听说那白家大小姐俊美的不成样。知道了，那我先去修炼了。柳如烟望着你离去的背影，眼中满是欣慰，这孩子真的变了，竟然主动开始修炼。听说他刚才把高家那小子教训了。叶渊天的身影突然出现，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的儿子。就在这温馨时刻，华资月匆匆赶来。家主夫人，没想到小果的天赋如此惊人，肉身力量竟能跨境界碾压对手。叶渊天点点头，继续感慨道：“肉身不是冰系天赋吗？什么冰系？我明明记得他觉醒的是纯肉体力量啊！那个少主不是雷系吗？”华资月弱弱开口，3人面面相觑，庭院中突然陷入诡异的沉默。另一边，小果已经来到了叶家修炼室，想到这几天每次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如此庞大的奖励，小果忍不住发出感慨：系统和天赋加持下，想不提升自己的境界都难，但修炼多高才算高呢？未来哪怕是父亲也会数掉，我必须抓紧修炼，想办法超过。想到这，小果便打算修炼销金镇月弓，顺便突破3阶。小果盘膝而坐，周身灵气如海潮般涌动，销金镇月弓运转下，金属性灵力化作实质，在小果体表凝结成一层薄薄的金甲。他的修为节节攀升，转眼已达2阶巅峰。就在这时候，小果的身边开始震动，叶府上空万丈霞光撕裂云层，一道璀璨的光芒划破了天空。这是属于黑皇帝的大道之路。紧接着，雷鸣神和混沌冰龙身也紧随其后，销金镇月宫的强大气息席卷而来，寒蝉类的光芒也在此时出现。6条通天大道自九霄垂落，叶渊天仰头望天，瞳孔满是震惊。这是不是我看错了？当年我也只是一条，怎么还有一条时空的？大道之中，属时空最为强大。下一刻，在司命道谷的神意调和下，6条本该互斥的大道竟开始完美交融，聚集在小果体内。伴随着清晰的破镜之声，小果的修为开始疯狂攀升。当最后一条大道进入体内，小果缓缓睁开双眼，他的瞳孔中6道神芒流转，
修为来到了3阶4重。庭院中落针可闻，整个叶家都被这一幕震惊。此时小果感受到身体里磅礴的力量，他忍不住看向体内的变大的寒蝉泪，灵力和肉身比之前强了5倍，还有身体里的这个。就在这时候，叶渊天和柳如烟的身影出现。儿子，刚才怎么回事？可能是我天赋比较高吧，毕竟父母都这么厉害。夫妻俩沉默了。真像我年轻时候的样子。别忘记我给你说的，去魔都白家，最好是把那丫头直接拿下。小果一阵无语，但还是打算去魔都白家。他来到叶家灵州之地，这是叶家的飞行法宝，不仅能日行万里，更具备抵御7阶强者攻击的恐怖防御力。苍风的身影出现在甲板上。少主，家主命我随行。好，一位8阶巅峰的强者保驾护航，这趟行程自然稳妥许多。启程。巨大的船体缓缓升空，柳如烟站在庭院中。你见过杏儿身上这种情况吗？闻所未闻，但你知道武神之上的境界吗？或许他有一天会达到那个境界。没有想到叶渊天对你的评价如此之高。听说北海那边出现一道奇怪的空间裂缝，但愿只是寻常的空间波动吧。此时灵州已经完全飞出帝都的范围，下方只有一片荒原。就在这时，下方传来声音：“大人，麻烦停一下，能帮帮我们吗？”小果下意识低头望去，只见荒原上站着一男一女，中年男子一身管家打扮，正焦急地挥舞着手臂，他身旁的少女则满脸惊慌。他们身边停着一艘破损的灵舟，船身冒着黑烟。下一刻，两人瞬间来到灵舟上。小果瞬间瞪大眼睛，根本没看清他们是怎么上来的。苍风冷哼一声，中年男人意识到眼前之人的实力强大，他连忙开口：“我们来自赵家，要去参加魔都白家那位大小姐的生日，但是灵舟突然坏了，正好我们也去呢，就送你们一程吧。”赵灵元看着你俊俏的脸庞与善举，顿时对你产生好感。赵灵元脸色一红：“谢谢你。”突然，远处一艘庞大的灵舟袭来，灵舟上一个少爷破口大骂：“本少必须第一个赶到白家，要是让其他家族抢了先机，你们这些废物担待得起吗？”侍卫突然指着前方：“少主，前面有个灵舟。”李明眯眼望向你，看出你的灵舟不是凡品，他眼中闪过一丝嫉妒。上面可有强者坐镇？侍卫闻言感知了一遍，上面有4个人，最高的好像就5阶。李明闻言淡淡开口：“那撞过去吧。”下一秒，灵舟朝你飞速冲来。你见状眉头一沉，而中年男人瞳孔一缩：“大人赶紧躲开，那是李家的灵舟，他们家族有7阶强者。”苍风叔，一群蝼蚁也敢惊扰少主？紧接着，一股毁天灭地的威压骤然爆发，整片天空云层翻涌，雷霆咆哮。李明所在的灵舟开始剧烈摇晃，伴随着周围惊慌失措的声音，灵舟瞬间4分5裂。随后，苍风用灵力将李明等人抓到你的灵舟上，8阶强者的波动瞬间散出。李明脸色苍白，赵灵玄和中年男人也一脸震惊。你叫什么名？李明颤抖着开口：“我叫李明，是这些下人打算撞你的，跟我没关系。”你觉得我信吗？苍风叔。苍风没有犹豫，直接抓起李明，紧接着开始搜魂。很快，苍风眼神一亮，他把得到的记忆告诉你。苍风叔交给你。李明闻言惊恐的大喊：“我是去参加白家大小姐生日的，我背后是4大家族之一的高家，你不能杀我。”苍风叔给我全灭了。你面前的乃是当今叶家少主，高家还不配与我们为敌。李明闻言彻底心如死灰。下一秒，苍风抬起手，几人瞬间炸成血雾。赵灵元和中年男人吓得瘫倒在地。没必要怕成这样，我这个人什么都没，唯独善心最多。另一边，魔都白家所有人都在准备大小姐的生日宴，而此时白小姐房间里，白凤雪正看着镜子，她身旁放着一把银白长剑。这时候，她的父亲白灵牙推门而入，他叹了口气：“今日是你生日，宾客们都在等着。为什么还不愿意把那东西给我？你已经到了武神的尽头，我还没有。我能替你超越叶渊天，帮你报仇。我把丹田给你了，还怎么修炼？你这个武痴，真不知道以后谁会娶你。除非在同龄且同修为下战胜我，否则我一生只与剑相伴。”行了，时间差不多了，走吧。此时，白家门口小果一行人从灵舟上下来，中年男人连忙对着小果开口：“真是太谢谢您了。”“没事的，你们先进去吧。”而一旁赵灵元眼神复杂的看着小果，中年男人见状连忙拉拉他的衣袖。少女如梦初醒，咬了咬嘴唇，最后看了眼小果，然后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去。在他们走后，小果转头：“苍风叔，礼物呢？”“这是夫人从南海归墟最深处取来的归墟石，耗时3年炼制成的剑丸，这恐怕是当时唯一一枚归墟剑丸。”小果点了点头。和苍风一起走进白家府邸，许多白家弟子正在门前迎客。
唱鸣声此起彼伏，鹤里街来头巨大，是足以引发血战的至宝。此时负责接待的管事感受到苍风的气息，他瞬间脸色巨变，连忙躬身行礼：“叶少主，快请进。”小果微微点头，将礼物送上。就在这时，一道愤怒无比的声音响起：“小果，你给老子站住！”只见高阳的弟弟高启乔朝小果这边走来。李家的人呢？你不知道那是我罩着的吗？居然敢不给我面子！你非嫡非长，要本少给你面子，赶紧滚一边玩去！高启乔闻言瞪大眼睛，他正要开口说话，小果直接朝他扇出一巴掌。高启乔心中震惊，他的速度怎么这么快？随即眼神中出现一丝杀意。然而一道威严的喝声骤然炸响：“白家宴席所有人不得动手！”只见白灵牙带着白凤雪走出来，高启乔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但最终还是咬牙转身离去。白灵牙则对着小果点了点头。宴会的气氛逐渐升温，一些世家子弟为在白家面前露脸，纷纷展示出自己的天赋。有人当场开炉炼丹，有人祭出炼气炉，甚至还有人直接施展武技。小果对这些表演毫无兴趣，正打算离开，下一秒，高启乔大步走上前：“让我来给你们一点小小的天才震撼。”紧接着他开始炼气，炉盖掀开，一道璀璨的光芒冲天而起，众人哗然，就连白凤雪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高启乔偷偷瞥向白凤雪，心中暗喜：叶少主这是要走吗？怎么不来试一试？万一你也有炼气天赋呢？此话一出，全场瞬间安静下来，大家已经准备好看笑话。可以啊，只因系统发布了任务，发布任务碾碎高启乔的信心，任务奖励神级倒胚无上地剑。叶少主还是别逞强了，到时候丢的可是整个叶家的脸。苍风眼中的杀意明显，那不如我们正式比一场。光是比试多没意思，不如谁输了当众学狗叫3声怎么样？可以。整个宴会所有人瞬间震惊，就连白凤雪也皱眉摇摇头。死要面子活受罪，不知道他的丹田能不能拿来用。少主别这样，炼气与战斗不一样。那就来吧。小果听后缓缓上前，高启乔抓起一块上等灵胚，接着将灵材一件件投入炉中。此时小果静静注视着高启乔的每一个动作，司命道骨悄然震动，刹那间无数炼气知识涌入他的脑海。我逐渐理解一切。随后他突然抬手，一块灵胚凌空飞入他的掌心，下一秒小果掌心雷光炸裂，灵胚瞬间被狂暴的雷火包裹，周围的天地灵气都开始疯狂躁动，甚至高启乔炉中的灵胚都开始颤抖，隐隐有脱离控制的趋势。灵气共鸣，这什么情况？此刻小果抡起一柄灵气凝成的重锤，狠狠砸在灵胚上，灵胚迸发出无限灵光。接着小果开始投入其他材料，不多时，炼气炉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宴会厅内所有法宝突然不受控制地颤动起来。白凤雪眉头猛然一跳，就连她的剑都差点飞过去。这怎么可能？因为你是个废物，强者就该狠狠羞辱弱者。话音落下，高启乔的灵胚挣脱灵力束缚，迅速飞向小果的炼气炉，伴随一道清越的剑鸣声，炼气完成。一柄通体漆黑的长剑凌空悬浮，无形威压如潮水般扩散开。宴会厅内所有剑气发出哀鸣，仿佛受到某种压制。完美灵气，可惜只有4阶。场内传来嘈杂的议论声。你肯定作弊了，死不认账。下一刻，黑金色的剑芒射出，高启乔感到左臂传来一阵疼痛，他的手臂瞬间被斩下，撕心裂肺的惨叫响彻整个宴会厅。隐藏在暗处的数名高家侍卫瞬间暴起冲出。不想活的就往前一步试试。高家侍卫闻言插住脚步。你找数，我二哥高阳不会放过你的。蠢货，你不妨让你哥过来，我再打他一顿就是。高启乔听到这，脸色变得苍白。下一秒，小果瞬间上前，将剑抵在高启乔的脖子上。现在学3声狗叫，不然人头落地。高启乔浑身发抖，歇斯底里的嚎叫起来，汪汪汪汪汪。学得挺好，但没有你平时的狗叫纯哦。接着，小果用长剑刺穿高启乔的手掌，将他死死钉在地上，随后猛地抬脚踹在他胸口。高启乔在剧痛中昏死过去。任务完成，获得神级倒胚无上地剑，检测到周围存在剑气失缝合。同意。下一刻，霞光钻入黑金长剑中，剑身发出一阵低沉的颤鸣。此时，白凤雪手中的双天白羽剑剧烈震颤起来，她清晰地感受到剑中气灵的恐惧。白凤雪猛然抬头看向小果，脸上满是震惊与困惑。持有无上地剑所有剑道无师自通，地剑威能与剑主相关，地剑威压下所有剑气丧失至少3成威能。战斗中3成力量足以扭转整个战局，没想到这次奖励如此丰厚。小果收起地剑，准备离开，怎料白凤雪将他叫住，眼神满是灼热道：小果，请等一下，能不能陪我打一场？你说什么？我看你的剑不错，想要与你切磋
一番，难道你怕了？小果刚要开口回答，系统声突然响起：发布任务：战胜剑神白凤雪，任务奖：神级魂力中烟苍天真魂。小果看着任务奖励呆住，几十万人中才有1人拥有魂灵，这还是神级的魂灵。小果从沉思中回过神，欣喜道：既然是你生日，我自然没有拒绝的理。好。他此刻已经对小果改观，觉得他跟传闻中完全不一样。白凤雪玉手一翻，双天白羽剑应声出鞘。他暗自盘算着，等会儿赢下他，定要好好研究那把古怪的黑剑。我的剑也未尝不。无上帝剑感应到小果的战意，迸发出刺目的黑金色光芒，两人相对而立，气势节节攀升。白凤雪突然主动出击，一道3丈长的冰蓝剑芒撕裂长空，所过之处连空气都被冻结出细碎的冰晶。他用出70%实力准备碾压取胜，然而小果眉头微挑，稍稍侧身，剑芒擦着他的衣角掠过，将后方一座假山轰成冰渣。他竟然能躲开。随后白凤雪不再留手，双天白羽剑化作漫天寒星，每剑都直指小果的要害。但小果挥出黑剑，将攻势尽数挡下，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没想到你竟有如此剑道造诣。人人都说你是年轻一代剑道第1人，但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你太弱了。结束了。话音落下，白凤雪还在疑惑，但下一秒地剑爆发出极其恐怖的威压，一股剑意冲天而起。接着白凤雪的剑出现一道细微的裂痕，这可是5阶灵气，怎么会？不等他从震惊中回神，小果的剑已经挥出，一道纯粹的黑金色剑芒横空出世。白凤雪来不及招架，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撞在宴会厅的立柱上，全场陷入死寂。就在这时，刚忙完的白灵雅走进宴会厅，正好看到被一剑轰飞的白凤雪，她的表情瞬间凝固。凤雪！而此时的白凤雪脑子发懵，她站起身，看着手中已经快崩碎的长剑，我被一招击败了。她的眼中满是茫然。此刻系统声响起：任务完成，获得奖励中烟苍天真魂，能力天道法则，获得天道庇佑，令灾劫消解，机缘汇聚，自带神度万丈红尘。小果看到奖励介绍，差点惊叫出声。从未听说过有人领悟天道，天道甚至会降下庇护。一声轰鸣在小果识海中炸开，蒙着雾气的灵台骤然清明。他看见意识深处的天道之魂正缓缓旋转。此时小果站在原地，他的眼眸散发出苍金色光芒。突然白灵牙的声音将他拉回思绪：叶家小子，你怎么做到的？可能就是天赋好吧，侥幸侥幸。白灵牙嘴角一抽，眼神复杂。而一旁白凤雪的已经回过神，他抬头望向小果，眼神愈发明亮，一种特别的感觉在白凤雪心底弥漫。父亲，您知道该怎么做了吧？白灵牙闻言一愣，随即突然暴喝：叶家小子，你有没有把我白家放在眼里？不仅打伤宾客，还敢当众伤我女儿！话音未落，白凤雪突然挡在小果面前。高启乔主动挑衅，在先被教训，是咎由自取。至于我是自愿比试拜的心服口服，父亲为什么如此不讲理？围观众人惊得说不出话，就连小果都愣了。白灵牙也呆在原地，一脸困惑。这时白凤雪转身看着小果：我拜的心服口服，今天很开心能遇到你这种强者。我也很开心认识你。闻言白凤雪眼神一亮，脸上浮出喜悦。她说很开心认识我。我还有事不能多陪，改天一定登门道歉。没事的，下次来就可以。小果拱手行礼，随后带着苍风离开。望着小果离开，白灵牙忍不住叹气：叶元天究竟生了个什么怪物？难不成叶家要一直压着我白家？父亲，你找时间去叶家把我和小果的婚事定一下。你在说什么疯话？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嫁出去吗？现在我有人选了，小果很厉害。另一边叶家，小果拎着无上帝剑走进庭院。我回来了。庭院中，叶渊天和柳如烟正站在廊下，用震惊的眼神盯着小果。我在白家表现是不错，但也不用这么惊讶吧。既然这样，咱们商量一下和白家丫头的婚事吧。什么婚事？发生什么事情？白灵牙刚才打电话来提亲了，白凤雪亲口说非你不嫁，你到底对人家做了什么？小果立刻将事情经过说出来。那你现在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我现在没有什么想法，我都不熟悉的。我现在只想尽快提升实力。夫妻俩听后也不再多说。片刻后，叶渊天突然想到什么，过几天地灵森林会开启，到时候大夏几乎所有天骄都会进去，你也跟着去吧。小果脑海中浮现出关于地灵森林的事，那是一个每100年才会开启的奇异空间，里面充斥着各种机缘，甚至还有无数强大的道种。突破4阶需要一种道灵辅助，地灵森林里的天生道灵最适合。你准备一下，里面有很多远古凶兽，千万小心。我知道了，放心吧。如果遇到适合自己道灵，到时候他就可以直接突破4阶。我先去休息一下。说罢，小果便转身离开。路过修炼室时，他看到正在修炼的华资月，华资月盘膝而坐，周身灵力紊乱。突然他脸色骤变，体内灵力瞬间逆流。小果见状迅速上前为他辅助，刹那间一股醇厚的灵力涌入华资月体内，
瞬间抚平躁动的灵力。是少主吗？是我。你体内怎么这么多暗伤？为了追赶少主的脚步，我这段时间不眠不休的修炼，甚至多次强行突破。小果叹了口气，他咬破手指，用自己的血喂给华资月。不多时，辅助完毕。少主，这次我陪你一起去地灵森林。那你注意休息。说罢，小果离开，而华资月眼神平静，暗伤和走火入魔都是故意的。这几天的努力没有白费。时间很快来到地灵森林开启的那天，天穹东山上，叶渊天和小果出现在地灵森林的入口，小果身后跟着华资月。一定要小心里面的凶兽，遇到熟人可以跟他们合作，尤其是白家丫头。小果点点头，随后带着华资月进入入口。与此同时，地灵森林另一侧，一名白发少年踏空而出，他眉宇间带着化不开的仇恨。小老，你确定这里有让我突破武神的机缘？话音落下，少年指尖的古朴戒指微微闪烁，一道虚幻的老者身影浮现。是的，那就好，我早晚会找小果报仇的。我跟叶家也有仇怨，让我们互相成就彼此吧。想到这，耀寒夜回忆起往事，4、5年前他是会所的员工，亲眼看着小果如何挥金如土。后来女朋友嫌弃他没钱，借机到会所工作，想爬上小果的床，怎料被会所开除。耀寒夜得知后，跑去找小果理论，却被小果打断一只手。从那以后，耀寒夜发誓要变成强者。机缘下，他觉醒出很厉害的天赋，并在半年前从古玩店里发现这枚戒指。萧皇就附身于戒指中，自称武神强者。萧老，你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我被叶渊天暗算，肉身损毁，被困在戒指里。你小子体质特殊，才让我苏醒过来。不说这些了，这有处秘境存在一个极品的天生道灵，还有一处玉龙池，我会全力帮你获取机缘，你只需未来帮我重塑肉身就好。萧老，我一定报答你。可两人皆心怀鬼胎，耀寒夜打算成长起来后直接炼化萧皇，而萧皇计划在地灵森林夺舍耀寒夜。另一边，小果刚斩杀一头4阶凶兽，全程只用了1剑。此时系统声响起，萧皇身为武神，却祸乱世界无恶不作，被叶渊天斩杀后附着在耀寒夜身上，在地灵森林夺舍耀寒夜后，联合兽神摧毁大夏，发布任务斩杀叛徒萧皇，任务奖励神级天赋中烟轮回心。小果听后倒吸一口凉气，他终于看懂了，武神强者虽然只是一缕残魂，但不能放松警惕，得想办法确定萧皇如今的战力。我们去四周看看有没有其他家族。随后华资月跟着小果在四周寻找，怎料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于是两人坐在一棵树下休息。突然一条3阶巅峰的绿色巨蛇从远处中扑出，小果见状迅速抬手一挥，一条冰龙咆哮而出，狠狠撞在巨蛇身上。巨蛇被撞飞，砸断一片古树，但只是鳞片出现一丝破损。小果眉头一皱，巨蛇见势不妙，扭身就要逃跑，小果则手持地剑挥出剑芒，刹那间剑芒即将斩中巨蛇。就在这时，一团黑雾从巨蛇体内涌出，硬生生挡住攻击。黑雾中传来沙哑的咆哮，这是本座耗费50年孕育的子嗣，你找数。装神弄鬼。只因黑雾看似吓人，实则连灵力强度都没有。小果再次出手，巨蛇瞬间被斩成2段。下一秒，黑雾咆哮道：“卑贱的人类，本座记住你们的气息了。”小果随手一剑，黑雾瞬间被劈得烟消云散。然而下一刻，系统声响起，发布任务击杀藏于地里波的兽神子嗣苍天魔蛇，任务奖励神级到0万净魂。刚才的黑雾应该就是苍天魔蛇，奖励竟然是针对魂类的道理。那萧皇不正是魂体，逆天气运发挥作用了。我们现在去地灵湖泊。去那里干什么？那个黑雾刚才不是在威胁我们吗？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弄鼠它。此时地灵湖泊处，水面上出现一个极为庞大的蛇影，正是苍天魔蛇。他眼中满是杀意。我作为兽神子嗣被投放于此，就是为了积蓄力量侵占这一方世界。眼下好不容易生出第一个子嗣被嘎，此仇必报。苍天魔蛇正准备搜索小果的位置，突然一道狂傲的少年声音炸响：“小小凶兽，你就作为我今天沾染的第一滴血吧！”只见怀家少主怀安踏空而立，苍天魔蛇见状瞬间暴怒，先前的仇还没报，现在又来个不知死活的小子挑衅。想到这，他瞬间撞向怀安，然而怀安不闪不避，冷笑道：“我已经预见了你的未来。”刹那间，无数未来画面出现在怀安脑海中，这是怀安的 SSS 级天赋，能够短暂预见3分钟内的所有可能。下一秒，怀安身形闪动，长剑挥出，招招直指要害，一人一兽战成一团。然而苍天魔蛇越打越心惊，他的每次攻击都被对方提前预判。作为兽神子嗣，他瞬间猜到对方的能力。突然，苍天魔蛇体内爆发出黑雾，瞬间分化出上百道蛇身，从无数角度扑向怀安。怀安见状，瞳孔骤缩，未来明明不是这样的，难道这头凶兽身上有大因果遮蔽？此时怀安只能不断防御，而苍天魔蛇不断进攻。怀安头上逐渐冒出冷汗，接着他脸色
色一变，连忙后退，转身飞速逃离此地。苍天魔蛇见状，瞬间追向怀安。苍天魔蛇张开血盆大口，你看看后面呢。苍天魔蛇转头，只见一道黑金色的剑芒撕裂长空，小果手持无上帝剑踏天而来。苍天魔蛇连忙躲过剑芒，下一秒，苍天魔蛇反应过来，暴怒道：“是你，我要嘎了你！”可小果根本不给机会，他直接释放无数雷霆，紧接着冰霜弥漫，冰龙袭杀而出。苍天魔蛇见状，大吼一声，也冲杀出去。而华子月来到怀安面前扶住他。此时天空之上，苍天魔蛇冷汗直流，他完全被小果压制住，就连身上的鳞片都出现血丝，甚至破碎。你不是要弄熟我吗？继续啊！只见苍天魔蛇冷笑着，唯有强大武技和火系灵力才能真正威胁到他。他正要还手，怎料叶小果身边突然爆出漆黑火焰，随后一层金芒覆盖住无上帝剑。苍天魔蛇见状，心头一跳，他来不及闪躲，身躯就被一剑斩成碎片，惨叫声震天。苍天魔蛇连忙释放黑芒，开始无差别破坏。下一秒，天空上出现大片乌云，万丈红尘，见我如天。在苍天魔蛇满脸震惊中，只见天上无数道9天神雷轰然落下，直劈苍天魔蛇。他瞬间被天道神雷劈成无数块碎片。小果却眉头一皱，他并没有收到任务结束的提示。想到这，他猛然转头。此时，在森林的另一边，一条小蛇爬出来，他冷笑道：“幸亏自己有保命手段，愚蠢的人类。”然而下一秒，小果踏天而至，眼神淡然地俯视着苍天魔蛇。堂堂兽神子嗣，为了活命，竟然装成菜花蛇。闻言，苍天魔蛇脸色变得惨白。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你究竟是谁？苍天魔蛇满眼惊恐。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只需要知道马上就是你的暑期。苍天魔蛇听后心里一颤，我是兽神的孩子，只要你不嘎我，等我父神降临，定保你荣华富贵，让你拥有4大家族一样的地位和财富。我乃叶家少主叶小果。苍天魔蛇愣在原地，眼看小果即将一剑斩下，突然苍天魔蛇周身炸开一团黑洞，然后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缩进黑洞之中。今天非把你剁成蛇羹不可。小果见状瞬间暴怒，提起剑跟着冲进黑洞。另一边充斥着熔岩的空间内，耀寒夜和萧煌的身影出现。小老，我的机缘真在这里。没错，老夫记得这有一处玉龙池，这么多年过去，肯定吸引了无数道灵。你现在的境界刚好可以晋升4阶，只要有一个极品的道灵就足够了。萧煌语气慈祥，耀寒夜满脸感激，两人相视一笑，师徒情深下，却各自心怀鬼胎。不多时，耀寒夜准备潜入岩浆深处，此时远处突然爆发出惊人的灵力波动，只见无数璀璨的光点从岩浆中出现，无数只精灵仿佛飞舞，每一只都散发着道韵。岩浆深处，一道黑红色龙形光影缓缓浮现。极品道灵，还是罕见的玉龙魂灵，快去夺取。耀寒夜闻言，准备上前夺取极品道灵，然而一个黑洞突然出现，紧接着便传出哀嚎声。没必要追这么狠吧？苍天魔蛇刚钻出黑洞，就被一道剑芒砍断。耀寒夜和萧煌愣在原地。下一秒，小果从黑洞中钻出，同时系统声响起：任务完成，获得神级道灵万魂镜，可以吸收转化任何道灵的力量。觉醒神通后，根据吸收道灵数量觉醒神通品阶。紧接着，小果手中出现一个微型黑洞式的道灵，还没等他细看，耀寒夜充满恨意的怒吼响起：叶小果！小果闻言下意识转头，只见远处熔岩湖上耀寒夜正双目愤怒地瞪着自己，并且看见那数以百计的道灵在熔岩上空飞舞。小果瞬间想起万魂镜的作用，然而不等他催动，万魂镜突然脱手而出，飞向道灵群，接着恐怖的吞噬之力爆发，10几个道灵瞬间被吸入黑洞之中。下一秒，周围空间发生剧烈震动，整个熔岩世界开始天崩地裂。这片空间要塌了，快跑！耀寒夜听后不甘地看向道灵群，直接抓向最近的一个道灵。小果，你给我等！随后迅速逃离。我修炼漆黑烈阳，不可能会被熔岩伤到，该晋升4阶了。小果则一脸疑惑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接着他看向万魂镜。另一边，浑身是伤的耀寒夜跑出空间，他摊开手掌，只见手中的下品道灵已经奄奄一息。小果，你真该数我的极品道灵，赶紧把道灵吸收了，晋升4阶。现在晋升4阶，把那小子嘎了，或许还能抢走他的道灵。耀寒夜听后一咬牙，等我晋升，一定要嘎了小果。空间内，小果盯着万魂镜，原本漆黑如墨的黑洞核心，此刻竟泛着点点星光。难不成我的天命气运又发威了？话音落下，万魂镜猛地一震，一股浩瀚如海的精纯灵力瞬间爆发，
都是吞噬道灵所转化的纯粹能量。小果见状，眼睛一亮，直接盘膝而坐，开始吸收。狂暴的灵力洪流瞬间灌入他的经脉，境界壁垒在狂暴的能量冲击下瞬间提升，3阶5重，3阶6重，3阶7重，最后稳稳停在了3阶巅峰。来，让我看看你的真正力。小果说罢，伸手一抓，万魂镜瞬间没入胸口，一股灵魂风暴在他的识海中爆发，识海空间以肉眼可见的扩大10倍，同时灵魂力质变，让小果的五感瞬间提升数个档次。此时系统声响起，获得神级神通和铸界，可产生灵魂力，凡压制任何灵魂，增幅自身至少5成。获得神级神通万魂毒调，可将目标强制剥离其碾碎，彻底湮灭，无法转世或留存灵体。2个神通，我有把握直接嘎消黄了。顿时小果眼神一亮，紧接着小果周身爆发出璀璨灵光，4阶玄灵境突破。感受到浩瀚的力量，小果立刻起身离开熔岩空间。他刚走到外面，突然一条火焰巨龙咆哮着冲来，小果抬手一挥，火焰巨龙瞬间化作漫天火星消散。我当年发过誓，一定要让你跪在我前求饶。耀寒夜见火焰被轻易化解，不由心中一凛。你哪根葱？同时他凝聚出数十道冰龙鳞，无上帝剑也爆发出刺目剑芒，整个人瞬间向耀寒夜冲杀而去。耀寒夜被眼前景象吓得差点跳起来，而此时小果也感应到萧煌的灵魂波动，眼中只有对完成任务的渴望。耀寒夜自认为4阶内无敌，便直接冲向小果，两人挥出拳头，拳头碰撞瞬间，耀寒夜的右臂骨骼寸寸碎裂。小果不给他说话的机会，直接挥出第2拳，瞬间将耀寒夜的喉骨当场粉碎。耀寒夜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砸进岩壁之中，他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让藏在你身体里的那个老东西滚出来！堂堂武神强者萧煌，现在却像条狗一样藏在别人身体里，你的命到尽头。此刻萧煌魂体剧烈颤抖，这小子不仅一眼看穿了我的存在，甚至还知道我的真实身份。顿时萧煌心头出现前所未有的恐慌，但他的魂体还是显形。不管你是怎么知道的，今日你必须输。他猛地转向耀寒夜，把身体借我，再拖下去，我们都得输。耀寒夜咬牙点头。下一秒，萧煌的魂体接管身躯，耀寒夜气势变得极为恐怖。现在年数，你就像捏熟一只蚂蚁。小果闻言嗤笑一声，体内的灵和铸界轰然展开，无形领域瞬间笼罩方圆1000米。这一刻，萧煌脸色骤变，他惊恐地发现力量被压制到不足5成，就连魂体与肉身的链接都开始不稳。小果则手持无上帝剑斩下，刹那间黑金色的剑芒如天罚降临，萧煌根本来不及反应，整个人被劈飞出去。他喷出一口鲜血，眼中满是骇然。这不可能，你怎么比叶元天还妖孽？小果冷笑一声，紧接着周身爆发出雷霆，将萧煌殿的人都僵住。不等萧煌反应，小果一声低喝，万魂同调。顿时一股灵魂威压爆发，道灵之力化作无数道灵魂锁链，瞬间缠绕住萧煌的魂体。萧煌震惊之际，猛然感到一阵剧痛，他的灵魂被硬生生从耀寒夜体内扯出，同时一道剑芒斩落，萧煌的魂体在剑光下迅速枯萎。他心惊肉跳，满脑子只有逃跑。于是萧煌燃烧魂力，强行施展秘术，再度钻回耀寒夜体内，随后操控着耀寒夜的身体疯狂逃窜。小果见状连忙追上去，此时耀寒夜的意识苏醒，他重新掌控身体。萧老快想办法！你拖延小果几秒，我有一道神通可以打开离开者的通道。耀寒夜一听连忙点头，随后加快逃跑的速度。等通道一开，我直接把戒指扔过去。怎料下一刻，萧煌将他推到身前，灵体瞬间远离耀寒夜的身体。接着耀寒夜不受控制地冲向小果，不等他反应，黑金色的剑光如死神镰刀般斩下，耀寒夜就这样被一剑斩成血雾。萧煌见状迅速忙催动神通，刹那间整个地灵森林的空间变得不稳定。萧煌眼前凭空出现一个巨大黑洞，他立马钻入黑洞中逃走。眨眼间，萧煌便来到一处虚空中，他放松下来道：看来只能再找新的容器了，没有个空间神通和秘宝可追不上我，等我以后再找那小子报仇。怎料话音刚落，一道巨大的裂缝突然被撕开，周围的时间也跟着停止。一个蜀人就给我好好滚回坟墓里。小果手持无上帝剑，踏进虚空。萧煌感受到寒蝉类的气息，他表情一僵，失声尖叫：九阶时空秘宝，这怎么可能？小果冷笑着，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先前萧煌进入黑洞时，体内的寒蝉类直接出现，破开虚空追出去。真没想到这秘宝还能这么用。此刻萧煌死咬牙，他直接燃烧灵体，施展秘术，以魂体强行闯入小果识海。萧煌望着眼前小果的识海愣住，但还是迅速开始燃烧魂体本源。他周身爆发出血光，打算引来天道投影，镇杀小果。片刻后，小果的识海开始剧烈震颤，只见识海天穹裂开，
一道模糊的虚影踏着万丈雷霆降临。萧煌面露狂喜，但下一秒他就变得满脸惊恐，只因那道虚影竟是小果的模样。不等他想明白，万丈神雷如天法般劈落，萧煌瞬间魂飞魄散。此时系统声响起，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烟轮回心，中烟之力磨灭一切大道，甚至抢夺对方大道成就自己，亦可将大道之力承载于某些事物上。一瞬间，小果感到胸口诸多道韵降临，一股逆势的气息弥漫，就连寒蝉泪也颤抖着缩回丹田。此时地灵森林另一边，怀安看着那天空上的巨大裂缝，吓得眼珠子都差点掉出来。一番好奇下，怀安决定发动技能，以此预知小果的未来。怀安环顾四周，小果残留的灵力正是最佳媒介。他毫不犹豫，双眼瞬间化作苍白色，瞳孔仿佛连接着时间长河。刹那间，眼前景象扭曲，血海滔天，尸骸如山，整个世界仿佛被鲜血浸透，无数断裂的兵器插在大地之上，唯有一道苍白的身影静静伫立。怀安见状，心脏狂跳，他刚想看清更多细节，不料那道身影突然回头，眼前的景象瞬间破碎。怀安顿时如遭雷击，喷出一口鲜血。你怎么了？华资月见状大惊失色，连忙扶住他。此时怀安脸色惨白，满脑子都是疑问，那道身影到底是什么？小果的未来竟是一片虚无与毁灭，他会成为无比恐怖的存在。想到这里，怀安浑身一颤。此刻小果从裂缝中迈步而出，华资月看到后眼神一亮，刚要开口，怀安却已经冲了上去。大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亲哥，谁跟你作对就是跟我怀家作对。小果闻言一脸无语，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就在这时候，空间裂缝突然扩大，周围的一切都被扭曲破坏。不好，空间裂缝影响了这方空间，少主，我们得走了。小果点点头，先走吧。不久后，小果和华思月离开地灵森林，怀安则是先回到怀家。地灵森林内其他人也察觉空间裂缝，纷纷选择离开。不多时，小果便回到叶家。此刻叶渊天坐在书房中，目瞪口呆盯着小果。你是说萧煌被你嘎了？就算他只剩一缕残魂，那也是武神级别的老怪物。叶渊天打量着小果，眼神从震惊逐渐变成欣慰。不愧是我的孩子，可惜地灵森林毁得太快，你怕是连像样的道灵都没找到。你现在修炼到3阶中期了吗？我已经突破4阶玄灵境了。叶渊天自然不信，他将手放在小果身上准备探查。下一秒，小果体内道灵蕴含的恐怖力量散发出来。好啊，你小子，这是得天大机缘了。就在这时，怀安来到叶家，小果走到庭院接待。你来干什么？我们好像没那么熟。我专程来看看大哥你啊。我怀家刚刚得到情报，漠北出现一处极大的洞天福地，差不多有半个帝都那么大，里面能感应到无数宝物。大哥和我一起去吧。小果闻言一愣，要知道洞天福地里面机缘无数，每一处都十分珍贵，甚至可能存在从未现世的秘宝。想到这，小果一把抓住怀安的手。好兄弟，你等我一下。说罢，小果转身去找叶渊天报备。不久后，小果和怀安乘灵舟出发，两人穿过数座城市，来到漠北之地。狂风卷着沙粒拍打在灵舟护罩上，长途跋涉令怀安感到不适。他擦擦额头的汗，开口：“距离目的地还有段距离，大哥，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整一下吧。”小果听后点点头。随后两人降落在荒漠边缘的一座小镇，接着找到一家旅店住下。突然系统声传来：“万妖女巢伪装之处，等待域外天魔沙尘霄的苏醒。发布任务：斩杀旧日魔神万妖女巢。发布任务2：斩杀杀父凶手沙尘霄。任务奖励1至高级天大梦。任务奖励2：神级神通上苍之手。”恐怕这次去的洞天福地就是万妖母巢，需要找到沙尘霄，找个2全的方法完成任务。此刻小果一脸震惊。就在小果思考的时候，老板端来一盘灵果蜜饯来到房间，自家做的漠北特产，两位帅哥尝一口吧。谢谢老板，这是这里的特色吗？那当然，看你2位是从大城市来的吧？我儿子跟你们差不多大，可惜生病休学了。为了给他治病，我把房子都卖了，无奈才回老家开旅店。怀安听到这顿主，那你老婆她把丹田卖给黑市，身子垮了，我俩也认命了。老板说完，勉强扯出个笑容。房间变得异常安静。小果沉默片刻后，拿出一颗丹药，这是6转还灵丹，对你家人应该能。老板见状慌忙摆手。此时怀安也掏出一个锦囊，这里有些灵石，应该够后续治疗。中年老板浑身颤抖，眼眶通红，他跪下磕出3个响头。小果见状连忙将老板扶起，赶紧回家给孩子服药吧。老板闻言再次道谢，接着立刻离开房间。不久后，他回到家中，正准备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怎料亲眼看见儿子洞穿自己老婆的躯体。老板崩溃大喊：“你在干什么啊，小龙？”可对上的是儿子陌生的眼神，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被沙尘霄附体。此刻沙尘霄冷笑：“借你儿子躯体一用，2个意识的蝼蚁也配当我的父母？”说罢，
他冲上前去洞穿老板的心脏，随后开始吸收老板的修为。片刻后，沙尘霄恢复到4阶巅峰修为。还是太弱了，如果能找到传说中的太虚灵运体献祭，母巢或许能在5年之内成长为巅峰。话音落下，沙尘霄注意到老板手中的丹药，他眼神一眯，这上面的气息。转眼第2天，小果和怀安刚刚下楼，正打算前往洞天福地，突然老板推门而入，他眼神闪过一丝紫芒。多谢2位的丹药，我家人都好了。怀安并未发现异常，小果却眉头一挑，他眼神一眯，紧紧盯着老板。就在这时候，老板的儿子也走进来，而怀安开口道：“没事就好，大哥，咱们先走吧，别让那处洞天福地被人抢先。”小果闻言点点头。2位也是因为那漠北的洞天福地而来。然而沙尘霄却走过来，怀安听后一愣：“你谁啊？你怎么知道洞天福地的？”我以前从漠北出生，但后来去了很远的地方，现在是一个旅行家，我叫沙尘霄。小果突然冷笑起来，他暗暗道：“没想到自己送货上门了，但现在不能直接砍属他，需要借他找到母巢本体，毕竟洞天福地太大。”而沙尘霄脸上也止不住笑容，他没想到刚穿越就遇到梦寐以求的太虚灵运体。此时怀安一脸疑惑，于是他发动未来世界。片刻后，怀安开口道：“我们来自小家族，刚刚得到消息，我的天赋非常适合寻找洞天福地，所以能抢先前往。”不如我们结伴而行，沙某只是去看看，里面东西分毫不取，如何？哈哈哈哈，当然可以。那我们现在出发吧。紧接着，3人就要出去。小果看了一眼中年老板，放心吧，我会替你报仇的。片刻后，3人登上灵舟。沙尘霄目光扫过周身镌刻的繁复阵纹，眼中闪过一丝诧异。这等品质的飞行法宝，即便在我原本的世界也属罕见。另一边，小果和怀安2人已经通气，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样的怀安还有10几个。而沙尘霄心中还在想让母巢苏醒的计划，殊不知2人早已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凭借这个，小果就能玩死他。时间1分1秒过去，灵舟很快接近目的地。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阴云密布，狂暴的雷霆在云层中翻滚。远处天际一个巨大的漩涡缓缓旋转，周围空间扭曲变形，仿佛连通着另一个世界。无数道水桶粗的紫色雷霆炸开。沙尘霄见状，凝重开口：“2位小心，雷暴非同寻常，入口也被封锁，恐怕只能等到雷暴结束。”怀安不耐烦地打断他，接着从储物界掏出一个玉盘，玉盘发出波纹扩散开来，漫天雷暴瞬间溃散。沙尘霄看到这瞳孔骤缩。这是7阶灵宝，我当年身为天魔统领，也仅有一件7阶魔器宝面，这小辈怎会有如此重宝？在他震惊之际，怀安已经收起玉盘。沙尘霄看着怀安，眼底闪过一丝贪婪。然而不等沙尘霄缓过来，小果掌心浮现一只晶莹剔透的玉蝉，清脆的蝉鸣声响彻天地，周围的空间如同镜面般寸寸碎裂。原本需要数日才能自然开启的空间入口，竟被硬生生撕开一道缺口。沙尘霄感受到这股气息，彻底呆住。9阶秘宝，他俩不是小家族吗？怎么拿出的东西一个比一个离谱？很快，灵舟穿过入口，3人进入一个奇异的空间。灵舟稳稳落地，沙尘霄强压心中的惊涛骇浪。恕我冒昧，2位究竟是什么人？普通人啊，就是家里老爹刚好都是武神而已。沙尘霄听后，肠子都悔青了。我怎么偏偏选中这2个祖宗？此时，小果和怀安已经走出一截，沙尘霄连忙追上去。他暗中运转天魔秘法，感应母巢本源的位置。很快，一缕微弱的共鸣从西北方向传来。沙尘霄故作兴奋，他指向一处幽深峡谷。我好像感应到一处秘宝波动，就在那边。那我们去看看吧。于是3人各怀心思，朝着峡谷方向走去。不多时，临近峡谷，沙尘霄阴沉下脸，他正打算对2人出手，怎料地面猛然炸裂，一头漆黑巨虫破土而出，4阶巅峰的凶煞之气席卷四方。这是母巢子嗣，实力远超同阶武者，极难杀属。沙尘霄脸色骤变，沙尘霄正准备逃跑，突然一道清月剑鸣响彻峡谷。小果持剑而立，巨虫庞大的身躯被剑光炸成漫天血雾，连残魂都被剑意搅得粉碎。此刻沙尘霄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而小果杀属巨虫后，感应到一股大道之力可以掠夺，他眼神一亮，但感受到对方的大道阴毒卑劣，他立刻明白这是毒道。小果还没来得及有动作，一声震天动地的嘶吼骤然响起，3人猛然抬头，只见一头30丈长的漆黑蜈蚣破土而出，5阶气息四散开来。怀安见状，脸色骤变，而沙尘霄却死死盯着蜈蚣头部，那里镶嵌着一颗血色的晶石，正是母巢本源。下一秒，蜈蚣口吐人言，眼中满是暴虐。哈哈哈，好多年没有见过这种血石了。沙尘霄下意识后退2步，就在此时，小果眉头一皱，
他感知到蜈蚣体内有股异常的能量波动，突然无数血色触手从蜈蚣身上爆射而出，瞬间封锁整片空间。其中一根触手直接贯穿小果。沙尘霄见状，面如死灰。太虚灵运体没了。蜈蚣也发出得意的笑声，抓到你了，你们逃不出我的封锁。怎料下一秒，小果的身影缓缓消散，是我抓到你了。真身出现在蜈蚣头顶，小果周身已经爆发出璀璨的冰蓝色光芒，光芒化作一头冰霜巨龙，狠狠撞向蜈蚣。伴随着山崩地裂般的巨响，5阶的蜈蚣被硬生生撞飞，庞大的身躯砸塌半座山崖。沙尘霄张大嘴巴，满眼不可置信，连怀安也眼神一亮，大哥牛逼！蜈蚣发出震天怒吼，庞大的身躯疯狂扭动，他自诞生以来从未受过如此重创。下一秒，蜈蚣猛地冲向小果，口中喷出腐蚀性极强的毒物。然而小果身影闪烁，挥出重拳，每拳都精准轰在蜈蚣的关节处，冰霜之力顺着拳劲侵入体内，将蜈蚣的甲壳冻出裂痕。蜈蚣顿时发出凄厉惨叫，他被打得怀疑人生，于是连忙求饶：“别嘎我，我能当你的坐骑。”小果听后嫌弃地撇嘴：“抱歉，你太恶心了。”怀安和沙尘霄在一旁看着这场单方面虐杀，不约而同地咽下口水。蜈蚣知道自己难逃一术，决定自爆与小果同归于尽。他全身亮起刺目红光，几秒后，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恐怖的冲击波将整片峡谷夷为平地。沙尘霄被气浪掀飞，数百丈重重砸进岩壁，小果和怀安的身影也全部消失不见。漫天烟尘中没有任何动静。不久后，烟尘散去，沙尘霄浑身是血，艰难地爬出碎石。幸亏我偷了族里一件保命秘宝，可惜了这太虚灵运体。他感应着母巢本源的位置，准备上前收取。此时，小果从烟尘中缓步走出，手中正拿着那颗血色晶石。他不仅毫发无损，连衣角都没沾上半点灰尘。沙尘霄愣在原地，这怎么可能？你竟然没数！小果闻言似笑非笑道：“你不也没数吗？”只见小果仔细端详着手中的血色晶石，他通过轮回心感应，清晰捕捉到其中蕴含的大道本源气息。一个猜想在脑海中逐渐成型。沙尘霄突然挤出笑容：“小果兄弟，那个晶石能不能给我？我感觉挺好看的，想研究研究。”沙尘霄此刻心急如焚，母巢本源近在咫尺，他却不敢强抢。只因小果展现的实力实在恐怖，好在小果随手一抛，将晶石丢给他。既然你想要，就给你吧。接着小果皱眉道：“怀安那小子呢？”我知道怀安兄弟跑哪去了，我带你过去。可以。小果笑了笑，他知道沙尘霄在撒谎，可沙尘霄却不知道，他也早有计划。说罢，两人离开。而另一边，怀安从空间裂缝滚出，还好我跑得快，大哥肯定没事，得赶紧找到大哥。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动静，紧接着4道强大的气息席卷而来。怀安眼神一沉，谁？此时一片荒芜而扭曲的空间中央，一颗巨大的虫蛹静静矗立着。虫蛹表面布满诡异纹路，如同跳动的血管。此刻，沙尘霄缓步走向虫蛹，他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小果环顾四周，问道：“怀安呢？”然而沙尘霄没有回答，只是痴迷地抚摸着虫蛹表面。终于来到这里了，哈哈哈哈！沙尘霄狂笑着转身，面容狰狞：“我从头到尾都在骗你，这里是母巢沉睡之地，你恐怕不知道吧？你的太虚灵运体就是唤醒他最好的祭品，一旦他醒来，这个世界都会面临灭顶之灾。”小果闻言突然笑起来：“原来这就是万妖母巢的本体，谢谢你带我过来，域外之母。”话音落下，沙尘霄满脸惊恐，但冷静下后，他低吼道：“就算你知道一切，照样会被我献祭给母巢，我会让你以最痛苦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说完，沙尘霄拿出母巢本源，紧接着又拿出自己的血肉。只见母巢本源和血肉骨发出亮光，晶石瞬间没入虫蛹，血肉骨则如活物般在蛹壳表面蔓延，整个空间开始剧烈震颤。一道清冽的能量洪流从天而降，径直灌入沙尘霄体内。他的修为转眼突破5阶。沙尘霄虔诚地跪伏在虫蛹前：“复活吧，我的大人！”下一秒，虫蛹爆发出刺目血光，表面纹路疯狂蠕动。然而片刻后，爆炸声响起，山岳般的虫蛹炸开。小果站在一旁笑着摇头。当初他拿到血色晶石时，就通过轮回心感应到其中的大道本源，而自己体内正好有与之相克的大道之力。于是小果将计就计，将克制之力注入晶石后，交给沙尘霄，并把属于母巢的本源提取出来。本就虚弱的母巢幼体根本承受不住这股力量。此刻沙尘霄笑容僵住，大脑一片空白。下一秒，系统声响起：“任务完成，获得至高级天赋天大梦，可将死魂超脱不生不灭的泡影，甚至在一定程度转生死。”此刻小果的瞳孔变为苍黑星白，他甚至感应到万妖母巢即将消散的魂芒。就这时，沙尘霄爆发出全身力量，朝着小果挥出重重的一拳，然而却被小果轻轻接下。沙尘霄不信邪，不断挥拳攻向小果，怎料每一拳都被小果接下，沙尘霄彻底崩溃。
他的战斗技巧在小果面前毫无作用。突然，空间剧烈扭曲，万妖母巢的虚影在小果身后逐渐凝实，本就崩溃的沙尘霄彻底癫狂。母巢不是炸了吗？这到底怎么回事？只见小果微微一笑，看你也挺可怜，我让母巢送你家。说完，小果冷漠挥手，身后的母巢猛然张开血盆大口。在凄厉的惨叫声中，沙尘霄被一口吞噬，而母巢周身血光大盛，气息节节攀升，最终突破到6阶。小果见状无比惊叹，不愧是未来的旧日魔神，这随便吃一个就6阶了。下一秒，周围的开始变化，一切都回到原本的模样。这些不过是明天大梦的幻觉。此时系统声响起，完成任务，获得神机神通上苍之手，所过之处时间逆向坍缩，空间层层碎裂。小果看着效果满意的点点头。这次出来不仅获得2种强大手段，还多了一个未来的旧日魔神当打手。小果不由得感慨，这次收获真大。想到这，小果突然僵住。淮安人差点把这小子忘了，于是立刻转身看向母巢，帮我找个。明白主人。接着他数千只复眼同时亮起猩红光芒，无形的精神波动瞬间覆盖方圆千里。不过3息便找到方向，在东南方向。此时的淮安正在飞速逃跑，他身后跟着一名5阶气息的身影，此人正是沙尘霄的队员。察觉到淮安身上的气息，一路追击至此。眼下男人眼神发狠，紧接着他直接献祭自己的右臂，射出一道猩红剑芒，直冲淮安。剑芒无视防御，穿透淮安的护体灵力。只见淮安惨叫一声，从半空坠落，重重砸进沙丘。男人瞬间围上来，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天穹骤然撕裂，一只巨爪破云而出，碎裂空间。紧接着万妖母巢降临，男人见状跪地大喊：“母巢大人，是我们啊，我们是您的同胞。”然而下一秒，一道懒洋洋的声音传来：“不好意思，我是他的主了。”男人闻言猛地抬头，只见小果正悠闲地站在母巢头顶。不愧是大哥，男人则根本不信小果的话，他仍在大喊着试图唤醒母巢。然而万妖母巢的巨爪悍然拍下，男人瞬间化作一团血雾。接着万妖母巢张开巨口，将血雾吞噬。刹那间，母巢周身灵力沸腾，修为直接暴涨至6阶3重。淮安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大哥这究竟什么玩意？曾经是9阶的妖神，现在是我的手下。此刻淮安眼神变得狂热，他只庆幸自己抱对了大腿。对了大哥，我这一路感应到不少秘宝，咱们赶紧去找吧。小果闻言点点头，随后2人在万妖母巢帮助下疯狂寻宝，不多时便发现不少珍贵秘宝，甚至找到一些叶家都没有的秘宝。2人将宝物分摊，接着便打算离开。只见万妖母巢意念一动，面前出现一个漩涡，2人进入空间漩涡离开。万妖母巢则回到明天大梦中。当小果再次睁眼时，发现自己竟站在一座繁华城市的广场上。这给我干哪了？这还是国内吗？小果环顾四周，很快就根据行人判断出位置。这是西北郡城，距离帝都足有数千里，还不如去漠北。小果摇摇头，正当他准备取出传讯玉符时，一阵刺耳的辱骂声从街角传来。只见远处一个白发女人正被推搡着。一个废物天赋，能被周家看上是你的命，在这里演什么戏呢？跟你妹妹比，你根本没法看。白发女人脸色苍白，身上也有好几处伤痕。小果见状眉头一皱，而下一刻系统声响起：再见曾经的恩人萧凌，他具备神级发布任务，帮助萧凌摆脱心魔。任务奖励神级天赋新灯罩式。小果愣在原地，他是我的恩人，还有神级天赋。思索片刻后，小果走过去，面对恩人绝不能坐视不管。然而就在小果准备制止这场闹剧时，一道凌厉的女声炸响：你们在干什么？放开我姐姐！来人正是萧玲玲的妹妹萧依。萧依扫过萧玲玲一眼，眼中闪过一丝鄙夷，紧接着将姐姐护在身后。霸凌者见状连忙开口：对不起萧依姐，我们就是为你打抱不平，嫁给周少的人应该是你才对。听到这些，萧依嘴角微微上扬，但还是呵斥道：我姐能嫁给周少是她的好运，再欺负她，我让你们后悔。看到这一幕，周围人纷纷赞叹，同时也对萧玲玲唾骂。萧玲玲忍不住低下头：谢谢妹妹。萧依听后瞥了她一眼，随后笑着开口：有我在，你放心。母亲给你那300万去买父亲疗伤的丹药，钱在哪儿呀？萧玲玲闻言愣住：什么钱？别闹了姐，你平时藏钱没什么，但这次真不行。听到这，萧玲玲一下子慌了：钱不是一直在你那儿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不能这样，那可是父亲的救命钱。周围人看着这一幕，顿时鄙夷地看向萧玲玲，言语间满是咒骂与污秽。萧玲玲听着咒骂红了眼眶，她不清楚妹妹为什么要污蔑自己。就在萧玲玲绝望的时候，小果走上前开口：不就
就是300万了。至于这么欺负人吗？我养的灵犬一顿饭都400万。萧一闻言，眼神阴沉。你们在胡说什么？你们……不等他说完，小果扔出一枚6阶丹药，这丹药买你命都够了，赶紧滚吧！萧一下意识接住，刚要大怒，但6阶极品丹药的气息瞬间吸引住他。这是6阶极品丹药。闻言，周围人都瞪大了眼睛。市面上的6阶丹药最便宜也要1000万。此时萧一脸色极为难看。然而怀安突然抓住萧一的手臂，只见萧一戒指发亮，随后从中掉出一张黑卡。这钱不就在你身上吗？周围人不可置信看着这一幕，萧一的脸色瞬间变幻，眼中闪过一丝慌乱。萧玲玲也难以置信地看着萧一，而萧一像是突然醒悟一般。原来是我搞错了，让姐姐受这么大冤枉，对不起。此时小果冷冽的声音骤然响起，一句搞错就可以了。萧一闻言表情一僵，你什么意思？小果嗤笑一声，而怀安早就按捺不住，他如猛虎般扑出一拳，直轰萧一面门。萧一痛呼一声倒在地上哀嚎，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然而只见萧一缓缓站起，此刻他心中想杀了怀安的心都有，但他必须装下去。于是萧一露出一抹凄然的笑容。对不起姐姐，如果被打一顿能让你好受，我可以忍。萧玲玲闻言彻底愣住，萧一则暗暗冷笑。怎料小果笑道：“这可是你说的。”下一秒，小果挥出一拳，拳头结结实实砸在萧一脸上。刹那间，萧一整个人倒飞出去，彻底昏死过去。全场鸦雀无声，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见小果转头对着萧玲玲问道：“你没事吧？”“没事，谢谢你们。”小果看着萧玲玲身上的脏衣服，叹气道：“跟我们来吧。”说着，两人便带着萧玲玲离开。不久后，萧一醒来，他艰难站起身，暗暗道：“反正成婚日，周少也会跟你退婚娶我，你给我等着。”随后他狼狈地离开。此时小果两人带着萧玲玲买了新衣服，还带她来到饭店吃饭。期间，小果询问下了解到萧玲玲的事。萧一天赋出众，做什么都是对的，而萧玲玲觉醒出最弱的天赋，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受家族待见。然而周家少爷和萧一关系亲密，却偏偏指明要娶她。萧玲玲自然不愿意嫁。饭桌上，怀安咧嘴一笑：“我们带你离开啊。”萧玲玲猛地抬头，但很快又低下头来。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打伤萧一，周家一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还是快走吧。小果和怀安闻言一动不动。小果平静地看着萧玲玲：“你既然不想嫁，那就听我的。”说罢，小果掏出一块传讯玉简：“苍风书来活了。”另一边，萧家议事厅，整个萧家上下张灯结彩，在为明日大婚做最后准备。萧家家主萧秋水端坐在主位上，此时一名下人慌慌张张冲进来：“家主不好了，刘家不愿意卖我们零丝绸缎，赵家也把我们订的酒楼抢走了，李家来电要收回我们租赁的零售。”一条条坏消息接踵而至，仿佛有人在暗中针对萧家明日的婚礼。萧秋水闻言一掌拍碎桌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此刻小果并未收到任务完成的提示，他若有所思，如此针对萧家都没有破除萧玲玲的心魔，看来只有解决这个婚礼试试了。苍风叔明天前也能赶到。想到这，小果开口：“明天我们跟你一起去。”萧玲玲听后急忙开口：“明天周家和萧家大人物都在，我妹妹不会放过你们的。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你们不能犯险。”怎料小果和怀安相视一笑：“放心，你明天就看好吧。”萧玲玲无奈，但她知道两人肯定有所依仗。时间就这样缓缓过去，转眼间便到萧家与周家联姻的大婚之日。萧家府邸内红绸高挂，宾客如云。然而萧秋水的脸色却阴沉的可怕。萧玲玲跑哪儿去了？整整2天都无影无踪。此时萧一走到一旁，他把萧玲玲跟小果两人在一起的事说出来。萧秋水听后勃然大怒。就在这时，周家少爷周楚生走进来，他和萧一对视一眼，便上前开口：“萧叔叔，我有事跟你说。”就在周楚生打算说出跟萧玲玲退婚时，门外突然出现3个人影，正是小果3人。萧玲玲低着头不敢出声，小果则看着周楚生开口：“你配不上萧玲，我们今天带她来退婚。”听到这周，楚生愣在原地，所有萧家人也全都愣住。此时萧一脸色阴沉：“来人，把他们拿下！”话音落下，2名萧家侍卫瞬间冲出。然而下一秒，万妖母潮降临，6阶凶兽的恐怖威压瞬间席卷全场。那2名侍卫甚至来不及惨叫，就被万妖母潮震成血雾。全场所有人脸色大变。周楚生从震惊中猛地回过神，咬牙道：“我是周家的少主，有刘天云门撑腰，所以呢？”此刻周楚生阴沉着脸，他迅速呼叫自己的父亲，接着看向萧玲玲，怒吼道：“我今天本来就是来退婚羞辱你，我要娶的是你妹妹。”此话一出，萧秋水的脸色缓和下来，他厉声出言道：“萧玲玲，你赶紧滚过来向周少道歉，一会周家主来了，看你们怎么办。”萧玲玲听到周围的声音开始颤抖，但看到小果朝自己轻轻点点头后，她眼神闪烁，大喊道：“我才不过去！从小到大，你们都不喜欢我，我不需要给任何人道歉。”话音落下，萧玲玲的心脏突然剧烈跳动，一股奇异的热流从胸口涌向四肢，她的瞳孔深处
浮现出2道古老的符文。小果见状，眼神一亮，他的天赋觉醒了。然而一道恐怖的气息骤然降临，周家家主周琦脚踏虚空而来，他已经是7阶巅峰强者。萧秋水大喜，连忙上前行礼。周琦则目光一扫，锁定万妖母巢，他眼中闪过一丝诧异，看出这头凶兽的不凡。此凶兽和我有缘，是哪个小友献上的？此话一出，萧玲玲脸色煞白，她下意识抓住小果的衣角。你还真不要脸，他和你有什么缘？话音落下，全场死寂。周琦眼神陡然一冷，找死！接着他朝小果释放出灵力攻击，庞大的能量碾压而下。然而只见小果手中一枚古朴的玉符亮起，一道金色屏障瞬间展开挡下攻击。周琦见状，脸色巨变。7阶秘宝，你们是谁？下一秒，遮天蔽日的阴影笼罩整个萧家府邸，一艘巨大的灵舟悬浮在萧家上空。所有人抬头望去，小果则笑着收回万妖母巢。灵舟舱门开启，只见苍风凌空踏出，他瞬间来到小果身边。少主。周琦听后浑身一颤，而萧秋水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仗着周琦在场，厉声喝道：“大胆！何人竟敢擅闯我萧家？”然而苍风仅是目光淡漠的扫过，萧秋水的身体便炸成一团血雾。眼下周琦意识到小果身份特殊，连忙开口：“哦，这位朋友，这里是流天云门的辖地。”苍风叔让他闭嘴。下一秒，苍风猛地暴喝：“少爷让你闭嘴！”此话一出，全场惊骇，周琦则瞬间被震成血雾。看到这一幕，周楚生瘫软在地，萧一也脸色苍白，嘴唇颤抖。还有谁不服？就在这时，远处天际传来一阵破空之声，流天云门的宗主云霞踏空而来。周琦见状以为得救，怎料却看到更加绝望的场面。云霞宗主单膝跪在小果面前，流天云门门主云霞拜见叶家少主。叶少主和怀少主驾临西北，未能远迎，实属在下疏忽。无妨。叶家少主的身份曝光，无数目光齐刷刷聚焦在萧玲玲身上。此刻萧玲玲看着小果的背影，心脏狂跳，脑海中一片空白。她瞬间明白从头到尾的一切，只因她是世界顶端的叶家少主。小果则转头看向萧玲玲：“你有什么打算？”可萧玲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然而云霞突然上前一步：“叶少主，老朽能否收这孩子为徒？”小果有些意外，难道这家伙看出什么？你愿意？我愿意。既然他愿意，那就这样吧。云霞闻言喜出望外，老夫必定待她如亲生女儿。下一秒，系统声响起：任务完成，获得奖励神级天赋星照时，可察觉任何人对自己的感应，能短暂将别人天赋。听到这，小果满脸兴奋，接着他看向苍风：“苍风叔，这些人交给你处理。”随后便和怀安走上灵舟，而苍风看向萧家众人，厉声道：“呼吸最后一次空气吧。”话音落下，哀嚎声响起。片刻后，萧家再无活口，萧玲玲也跟着云霞离开。灵舟上，怀安笑道：“大哥，我直接回金陵了，有空可以来帝都找我。”怀安咧嘴一笑，接着身影消失在灵舟传送阵中。此时，苍风走上灵舟，灵舟启程返回帝都。途中，小果来到修炼室，他盘膝而坐，周身悬浮着数十件天材地宝。小果抓起一株九转玄灵参，直接吞服。刹那间，磅礴的灵力在他体内炸开，周围灵气疯狂汇聚。小果的修为也以恐怖的速度攀升，最终稳定在4阶5重。另一边，叶家叶元天坐在主位上，笑着开口：“知秋那孩子要回来了，等会儿准备准备，算算时间，小果也该回来了。”叶知秋是小果的表哥，他父亲当年和叶渊天共同抵御异世的异兽，不幸战死。而叶知秋出生时，母亲也难产去世，从此叶渊天便一直照顾着叶知秋。前几年叶知秋离开叶家出去闯荡，这几年一直没有消息。柳如烟没有说话，因为当初就是叶知秋将小果带坏的。就在这时，小果的身影出现：“我回来了。”叶渊天刚要开口，但他感应到小果体内的万妖母巢，于是瞬间来到小果身边，释放神识在小果体内疯狂扫视。“什么东西，给我滚出来！”一声暴喝，迸发出9阶巅峰的恐怖威压，浑厚的灵力如潮水般涌入小果体内，封锁住他全身经脉。小果见状，连忙大喊：“老爹，你让我解释一下。”紧接着，小果说出在漠北发生的事情，但修改了部分事实。夫妻俩听完后呆在原地，两人对视一眼，皆是震撼。叶元天收回禁锢小果的灵力：“你小子可真有出息啊！”话音刚落，一个白衣身影出现在叶家，正是叶知秋。天书柳姨，好久不见，还有小果。叶知秋面带微笑地看着小果：“知秋哥，好久不见。”叶元天热情开口：“来来来，先坐下再说。”紧接着两人便开始叙旧。过了一会儿，叶知秋突然开口：“听说小果跟以前不一样了，长大了。”而小果没有说话，
反而眉头紧皱。他想起来以前的事，隐约感觉他是故意把原主带坏的。小果感知到叶知秋的修为是5阶，不由得眼神一眯。此时叶渊天打起圆场：“你弟弟最近变化可大了，你在外面没有闯什么祸吧？”天叔，您是当世武神，怎么会有人惹我？不过小果没以前热情了，难道是在怪我没有带你出去玩吗？叶知秋说完，余光扫向柳如烟，似乎知道柳如烟会对小果训斥，怎料柳如烟竟露出慈爱的笑容。男人出去潇洒也很正常。小果，你一会儿带哥哥好好熟悉下帝都。听到这，叶知秋嘴角一僵，曾经最讨厌小果出门的母亲竟在帮他说话。叶知秋深深凝视着小果，他确信小果是真的变了。不久后，小果带着叶知秋出门，要不要去金尊会所啊？哥哥请客。小果点点头，行啊。叶知秋闻言，心中顿时冷笑，果然狗改不了吃屎，这些年的苦心经营没有白费。我在他的酒里放摧毁天赋的药，带他出入风月场所，荒废修炼，甚至暗中引导他得罪各大世家，这一切都是为了彻底毁掉他。只是为什么他突然变得这么强，甚至快要追上我了？想到这，叶知秋咬牙切齿。小果却平淡地看着叶知秋，他有心灯照世天赋，早就感知出叶知秋对自己的敌意。接着小果随意询问：“这些年你去哪了？”叶知秋闻言，迅速压下情绪：“我一直在英特法联邦打击邪教组织，那边出现一个名为重启的邪恶组织，你要不要跟我出国去看看？”听到这，小果刚想拒绝，怎料系统声响起：“叶知秋出卖叶家，成为重启组织首领，最终导致叶家的负面发布任务，击杀叶知秋并歼灭重启任务奖，至高级神通日月同错。”小果听后，眼神瞬间阴沉下来。他想不明白叶知秋为何要害自己。沉默片刻后，小果开口：“这主意不错。”叶知秋闻言，眼神一亮，他心中冷笑：这几年一直在献祭世界各地的天才，以此飞速提升修为。这次回大夏，就是要再带走一部分天才。本来这次目标是怀家少主，既然你自己送上门，就别怪我。想到这，叶知秋大笑起来：哈哈哈，那一会儿去告诉天叔和柳姨吧。小果淡淡点头，很快两人便联系上叶渊天和柳如烟。没问题，你们注意安全。叶知秋挂断传讯，开口道：咱们去做林州，不必那么忙。说完，他面前的空气骤然扭曲，虚空毫无征兆地撕裂开来。叶知秋见状，瞳孔骤然收缩，这是空间秘宝，而且品级绝对不低，计划必须重新谋划。叶知秋眼神一眯。另一边，英特法联邦一处幽暗教堂内，一名金发男人静静矗立。突然，教堂的大门被猛地推开，一名组织成员快步走入。首领叶知秋说他找到一个礼物，正在来联邦的路上。他说那是他的弟弟小果。金发男人闻言一怔，连忙派手下查找小果的背景。不多时，金发男人就拿到完整的资料。他看完资料后狂笑起来：这小果天赋竟然如此恐怖！叶知秋有待我成为首领之资，唯一的麻烦就是小果身上有空间秘宝。想到这，金发男人突然转身，掌心浮现一枚血色符文。这净空血咒足以封锁方圆100里的空间波动，就算实在不行，还能拿叶知秋要挟他。他俩以前的关系可不是一般好。此时，在一片海岸之上，叶知秋心中冷笑：这里距离教堂不到20公里，等会儿把小果引到里面去，拿下他不是轻轻松松。想到这，叶知秋开口道：我刚收到消息，附近有邪教组织活跃，我得过去看一看，你自己先去逛逛。小果闻言点点头。说完，叶知秋迅速离开。小果则冷笑，他知道叶知秋是去找邪教组织会合，但小果并不打算跟过去。他看向远处一家会所，笑道：让我尝尝异域风情。说罢，小果迈步走进会所。很快，他进入房间，房间内充满异香。此时，一位女侍者款款走来，开始给小果按摩。没过一会儿，小果缓缓睡去，而女侍者的表情阴沉下来。跟我走一趟吧，叶少主。说着，他就要伸手扣下小果，怎料小果突然抓住他的手。下迷药这种手段太低级。女侍者闻言，眼神一冷，杀意骤起，4阶6重的修为轰然爆发。然而不等他动身，小果便一拳将他打飞，整个人重重撞在墙上。女侍者眼神一沉，她明白自己绝非小果的对手，于是毫不犹豫逃走。小果见状，瞬间跟上。另一边教堂内，叶知秋已经抵达，金发男子正在为献祭做准备。突然，一道凄厉的尖叫划破寂静，只见教堂大门被轰然撞开，女侍者冲进教堂，满脸恐惧：救救我！然而下一秒，女侍者的身体骤然炸裂，血雾中，小果手持长剑走出。本来不想让你知道真相的，既然如此，只能忍痛嘎掉你了。行，我知道了。我能问问为什么？叶知秋眉头骤然一拧，他并未见到原本预料的震惊与痛苦的表情，但还是嗤笑道：
因为我也是邪教一员，这次的目标就是你。话音落下，叶知秋猛然爆发，5阶修为毫无保留的释放。怎料小果的身影骤然消失，瞬间掐住叶知秋的喉咙。叶知秋浑身僵硬，无法动弹，他眼中满是不可置信。然而不等他挣扎，一股狂暴的雷霆之力爆发，叶知秋发出惨叫，浑身被雷光吞噬，接着整个人被狠狠甩飞。就在这时，一名5阶核心成员赶来，叶知秋也已经艰难站起身，两人没有丝毫犹豫，同时出手。怎料小果一抬手便将两人轰飞。核心成员见状低吼一声：“帮我拖住他！”叶知秋闻言一咬牙，硬着头皮再次冲向小果。核心成员则趁机发动神通，侵入小果丹田，试图破坏他的气海。然而当他探入小果丹田的瞬间，一双猩红的眸子缓缓睁开，核心成员瞬间七窍流血，精神更是直接崩溃。而外界叶知秋也再次被小果轰飞，叶知秋胸骨尽碎，脸色苍白。我是你哥，你不能嘎我。听到这话，小果脚步一顿。就在这时，核心成员来到叶知秋身后，死死掐着他的脖子：“你别过来，否则我就嘎了他。”此刻，叶知秋惊怒交加，核心成员则挟持着他不断开口，说着资料查到两人的过往。怎料小果冷笑一声：“那我真得好好感谢他一番。”说罢，无上帝剑出现在小果手中，接着一道璀璨的金光骤然划破长空。在核心成员呆愣的眼神下，叶知秋的身躯被斩爆，随后天空骤然阴沉，一只遮天蔽日的巨大手掌凭空浮现，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威压缓缓压下，正是小果的上苍之手。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巨响，整个教堂瞬间湮灭，大地龟裂，烟尘冲天。此时，教堂地下空间内，数十名黑袍人环绕着一座血色祭坛，祭坛上束缚着许多昏迷的天才。金发男人则站在祭坛最高处，等待着献祭完成。他高举权杖，正要下令启动仪式，突然一道巨大手掌凭空出现，朝着祭坛狠狠拍下。金发男人怒吼一声，挥出法杖。什么人？权杖爆发出刺目的黑光，硬生生挡住这一击。能量碰撞的余波席卷整个地下空间，祭坛上的黑袍人纷纷被震退。烟尘中，小果脚踏虚空，来收你们的人。金发男人闻言，眼神阴沉。倒是我小瞧你了，不过你自投罗网的举动真的很可笑。话音刚落，周围的黑袍人纷纷上前，每个人的气息都不弱于4阶。金发男人看着小果，这个地方拥有神的庇护，任何秘宝灵宝都会被限制，害怕了吗？小果并未说话，只是轻轻挥剑，一股狂暴到极致的气息爆发，剑芒缠绕着雷霆和金芒，飞向黑袍教徒中。剑光所过之处，血肉横飞。金发男人顿时傻眼，他瞬间意识到小果的强悍，于是猛地站起身准备出手。然而小果眉心突然亮起一盏青灯，心灯照世，柔和的光芒瞬间笼罩整个教堂。金发男人脸色巨变，他发现自己的天赋消失，但很快他又狞笑起来。就算没有天赋，本座照样嘎你。说罢，金发男人双手结印，一道血色神通轰向小果。怎料下一秒，教堂穹顶被劈开，天道法则化作光幕垂落，将血色神通直接湮灭。见此，金发男人声音第一次出现扭曲：“这是天道庇护，怎么可能？”见状不妙，金发男人疯狂冲向祭坛，口中念诵古老咒语。只见祭坛上的天才们发出凄厉惨叫，同时血肉迅速消融，化作白骨。金发男人的力量瞬间大涨，他狂笑着转身：“哪怕死，我也要拖着你下地狱。”话音落下，金发男人被血色缠绕，就连瞳孔也化作血光。他燃烧生命，发动最强一击，冲向小果。血色身影与小果轰然相撞，可小果仅伸出一只手，就稳稳接住攻击。碰撞产生的冲击波爆发，将方圆100米的岩壁全部震成粉末。金发男人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我拥有神赐的力量，这不可能。”小果突然笑起来：“这算哪门子神？”说罢，小果抬手，眨眼间万妖母潮降临，如同战鼓般的心跳声响彻天地，直到整个万妖母潮的本体显现。金发男人见状，歇斯底里的尖叫：“这到底是什么？我不信，我不信！”小果看着他叹气，挥出剑锋就要将金发男人一分为二。就在这时，整个祭坛废墟突然剧烈震颤，眼前空间碎裂，一股令人窒息的威压出现，无数黑雾喷涌而出，形成一张巨脸。接着冰冷的声音传来：“蝼蚁也敢杀我的信徒？”然而小果淡淡开口：“你就是吞灵魔神。”吞灵魔神明显一怔：“既然你知道我的名讳，臣服于我吧，我可以让你统领所有信徒。”小果抬头冷笑：“若是你真身降临，我确实忌惮3分，但现在不过是一团意识，凭什么命令我？”话音落下，小果一剑挥出，金发男人瞬间伸手一出。吞灵魔神见状暴怒：“蝼蚁找死！我给过你机会。”小果眉头一皱，刚要抬剑，下一秒他像是感受到什么：“你确定嘎得了我？”吞灵魔神听后大笑道：“碾碎你如同碾碎一只蚂蚁。”怎料一道仿佛开天辟地般的巨响
突然炸裂。你敢动我叶渊天的儿子？刹那间，无数空间碎片如雨坠落，叶渊天踏破虚空而至，他每走一步都引得天地法则震颤共鸣。吞灵魔神见状，脸色一僵：“你是武神？”他没有丝毫犹豫，瞬间缩成一道细线，朝着空间裂缝逃窜。然而叶渊天冷哼着，随意一挥手，无数紫金色的长枪凭空凝结，缠绕着雷霆贯穿时空，顺着意识直接伤到吞灵魔神的本体。吞灵魔神发出凄厉的惨嚎，他被长枪钉穿在虚空中，慢慢被灼烧成虚无。片刻后，黑雾消散，天空恢复清明。此时系统声响起，其任务完成，获得日月同错，能切换2种神级领域破灭对手。小果还来不及兴奋，叶渊天的身影已经降临，他负手而立，眼中竟闪过一丝痛色。叶知秋的事我都知道，叶家不需要这种叛逆，怪我没把孩子看好。小果呼吸一滞，原来父亲什么都知道，难不成他跟了自己一路？突然，叶渊天眉头一皱，看来有客人来了。话音落下，天边亮起2道圣光，刹那间，教廷8大骑士长之一伊斯出现，身旁跟着一名骑士。骑士看向叶渊天和小果，怒斥：“放肆！”见到伊斯大人，竟敢不跪。然而伊斯看清叶渊天容貌后，脸色大变。此时叶渊天轻笑一声：“小伊斯，出息了，让你们教皇滚出来！”说罢，无形的威压如天倾般压下伊斯身旁的骑士，瞬间爆成血雾。伊斯见状毫不犹豫，单膝跪地：“不知大夏叶家主与叶少主亲临，请您恕罪。”此时伊斯冷汗直流，先前教皇感受到不同寻常的气息波动，于是派他前来查看，怎料竟碰到叶家这2位。叶渊天淡淡开口：“你层次太低，我不怪你，但教皇自家出了魔神都知道，我看他真是老了。”伊斯闻言猛然抬头，瞬间明白那股奇怪波动的源头。多谢叶家主出手相助。叶渊天则淡淡开口：“知道就好，不过我可没工夫陪你们玩了。”说罢，叶渊天抬手，空间顿时出现一阵扭曲，紧接着叶渊天与小果消失在原地。伊斯这才长舒一口气，立即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教皇听。此时另一边大夏万里晴空，白凤雪正乘灵舟朝着帝都方向前去，她双手抱胸，目光远眺。明明说好来找我的，结果这么久都不见人影，还得本小姐主动。就在这时，远处云层翻涌，另一艘灵舟破空而来，速度极快。白凤雪抬眼望去，灵舟上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正是高家长子高渊。你竟然出关了！几年不见，你都4阶中期了。我刚出关，就听说2个兄弟被小果当众羞辱，眼下前去叶家讨回公道。白凤雪闻言一步踏出，眸光如冰。我要去找小果结婚，要么你滚，要么我打到你滚。高渊闻言怒极反笑，好得很，让我看看你这几年长进了多少。说罢，他猛然踏出，5阶中期的恐怖威压轰然爆发，整片天空都为之一震。片刻后，刀光剑影中，白凤雪单膝跪在灵舟甲板上，一口鲜血从她口中流出，她的左肩被洞穿。而高渊同样不好受，他的右手不断颤抖着，连5脏6腑都被寒气侵蚀。高渊强压下翻涌的气血，故作轻松道：“白家天才不过如此。”说罢，他转身驾驭灵舟朝着帝都疾驰而去。小果会成为我的手下败将，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白凤雪闻言缓缓站起身：“你远远比不上小果。”另一边，叶家空间突然泛起涟漪，叶渊天带着小果凭空出现：“你白叔叔传讯说白凤雪来找你，算算时间应该快到了。”他来干什么？叶渊天则意味深长地看了小果一眼：“你自己处理。”随后身影消失在原地，留下小果一人在原地发愣。就在这时，天边出现一艘灵舟。小果，你给我滚出来！小果闻言，眼神一眯：“不是白凤雪，我乃高家长子高渊，今日特来为我2个弟弟讨个公道。”小果这才恍然大悟，脑海中闪过关于高渊的记忆碎片。高渊拥有强大无比的剑道天赋，曾在论剑大会上以1敌4不落下风。小果仍在回忆，吓得不敢说话了吗？白家丫头还想替你阻拦我，不过我可不会怜香惜玉。小果闻言眼神一眯，他没想到白凤雪会为自己出头，等解决眼前这个麻烦的好谢谢他。此时叶家观星台上，柳如烟眼神忧愁：“小果能行吗？那可是5阶中期。”然而叶渊天负手而立，嘴角挂着微笑：“你就看好吧。”小果迟迟不开口，高渊不耐地拔出长剑：“今日就为我弟弟讨回公道。”手中无上帝剑出现，好剑，可惜剑主太过废物，我也不欺负你，让你3招。我最擅长的就是让你们认清与我的差距。小果听后嘴角微扬：“我最擅长的就是打碎你们这些天才的骄傲。”说罢，小果一剑挥出，刹那间天地骤然失色，一道横贯天地的漆黑剑芒撕裂长空。高渊浑身血液瞬间冻结，一瞬间手中古红剑自动护住，发出剑鸣。高渊连忙施展出高家绝学寒星九转，刹那间一道冰晶剑轮层层叠叠护在身前。然而剑气已至，
护盾被轻松破开，高渊鲜血狂喷，瞬间倒飞出去。现在谁该认清差距？这不可能！高渊仓促稳住身形，暴喝一声，他死死盯着小果手中那柄黑剑。一个靠神兵利器的弱者，我的剑也未尝不利。话音未落，高渊周身突然爆发出惊天剑意，7道剑龙咆哮着扑向无上帝剑。怎料无上帝剑仅仅发出一声轻鸣，便瞬间震碎剑龙。高渊笑容瞬间凝固。你的剑是废物，你也是废物。说罢，一股恐怖的威压轰然降临，古红剑瞬间破碎。下一秒，高渊眼前世界消失，只剩一轮巨大的明月。而在那月轮中，央小果负手而立。高渊惊恐地发现身体与思维变得迟缓，就连领域也无法发动。刹那间，无数月华穿透他的身体，每一道都带着扭曲规则的强大力量。惨叫响彻云霄。高渊苦修数年的剑道感悟正在飞速流失，就像一块橡皮正在擦除他的人生。就在这时，叶渊天从天而降。好了，小果。小果闻言收起神通，随后皓月缓缓消散。此时高渊残破的身躯坠落。我为什么会来叶家？为什么？叶渊天则无奈摇头，又得给这臭小子擦屁股。